这人干什么的？是个做视频的博主，你看他号就知道。我想知道这个人都干过什么，跟什么人见面见得多。你这也太笼统了。行吧，我先查查哥们儿的基本情况啊。还有别的吗？还有。这是你媳妇儿吧？我想知道他最近都跟谁在见面，或者有没有什么亲密状态。懂，搜集出轨证据。哎，按老规矩啊，委托书。曾杰找到你们所，他应该是通过别人找到我们的，还戴着个眼镜口罩来见我。他哪知道啊？我第一眼就认出他是谁。去年，你不是还委托过我吗？所以啊，我提前先跟你说一声。这个白小良都残疾了，这要出轨也太费劲了。再说了，他也不是出轨的人。这样，这案子你先接下来，要是查到什么呢，先别跟曾杰说，先告诉我。哦，对了，还有他要查的那个叫杨正辉的那个人，查到什么，你也告诉我一声。必须的。我当年可太傻了，我为什么非要以死相逼跑去跳楼呢？给自己搞成一个残疾。你说那个混蛋男人他是不是特别高兴？因为他好不容易可以把我这麻烦给甩了，我就应该活得漂漂亮亮的，每天打扮得光鲜亮丽，然后我就时不时的在他面前出现，往事无法再提呀。女人都在乎感情，我非常理解。你理解个屁！我在跟你说林芳呢。你看，林芳，她看着老实巴交的，可是老实人她都轴啊。她跟了曾杰，而且他俩还办了酒。你说林芳，她怎么能够轻易的愿意被曾杰给甩了呢？像她这样的人，她一旦认定了谁，她哪怕是死，她都要埋在人家的祖坟里面。曾杰，他从村里好不容易走到了大城市，眼看着就要成为人上人，他怎么就愿意被林芳给拖了后腿呢？摆脱不了林芳，曾杰就有了杀林芳的动机。那也是林芳自找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女人眼睛要是一旦瞎了，她真的有可能命都能搭进去。你觉得曾杰像是会杀人的？我又不认识他。你上次跟我提到他以后，我才查到了一点。林珊来给我送饭的时候，我假装跟他随意聊天，套了点话。我觉得他的反应不对。郑杰，他现在混得风生水起的，现在好像是啥子大师。想当年他见到我不规规矩矩喊声哥，现在估计连认都不认到我了。哎，你妹当初是怎么跟他在一起的？妹儿哦，哪个晓得咋个搞到一起的嘛？哎，但有啥子算啥子啊，我妹儿眼光还是真不错，当时就说那个曾杰肯定有出息。可是我妹儿哦，就没得这个命了，没相机天赋。他后来怎么突然就走了？命噻！哎呦，不提他了，一说他我就来气。他好歹是你妹夫，你这么生气干什么？我能不生气吗？我妹18岁就跟他了，他倒是好，现在风生水起了。我妹儿呢，事故都下了，我能不气吗？他说他生气，但是我看着他，又感觉他不像真的有气。会不会是林芳和林珊两兄妹的关系也不太好？他们爹妈走得早，再怎么说他们也是兄妹俩，相依为命长大的。那你说林珊反应不对是什么事儿呢？我就是个假设啊。如果说林芳的死真的跟曾杰有关，那林珊她多半不会不知道，那她怎么可能就会善罢甘休，让这个事就过去了？对，林芳的后事是林珊操办的，死亡证明和注销户口也是林珊去弄的。
你觉得灵山帮曾杰隐藏了？我出事以后，灵山对我是真的很好，但是他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平时就是游手好闲，连个工作都没有。我在医院这几年，花了至少得有10几20万。你说这么多钱，他上哪儿来的？他唯一可能认识有钱的人，只有曾杰。按照你的逻辑，林芳的死和曾杰有关，而灵山知道真相。这些年，曾杰一直给灵山送钱，是因为灵山帮曾杰隐藏秘密，这是他们俩之间的一场交易。你要是想办法，可以看到他们的转账的话，估计能有发现。不会的，曾杰这个人很谨慎，他一定不会转账留下痕迹，多半会用现金。对，我想起来了，之前医院催款的时候，他给的就是现金。要是这样的话，逻辑就都通了。可是怎么找证据呢？林芳那么多年前就已经走了，而且也不知道曾杰怎么下的手。那不是很容易吗？林芳她本来就有先天的心脏病，她身边随时都带着药。那如果说曾杰他故意引诱她犯病，在关键的时刻也不抢救她，也不给她药，那她不就病发身亡了？不过死了也挺好的，总比我这么躺在床上慢慢等死的好。哎，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大灰灰，你叫我做视频好不好？我真的很喜欢推理的，我会继续想办法从灵山那边找到线索。你相信我，我真的行。我是太相信你了，你今天这一出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啊，这灵山对你这么好，要是真相跟你推断的是一样的，那灵山可是犯罪了呀，你忍心这么对他？要是真相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灵山就会不断的管曾杰要钱。你说如果1年几万块钱，那还行。我怕的是，他真的想把我治好。灵山出去打听过，把我送到北京、上海去，我真的有可能能治好。但是手术费要上百万，这么多钱，他要是真的把曾杰给惹急了，曾杰都可以把林芳给杀了，为什么不能把灵山给杀了？不过我之前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想过他妹的事情。自从你上次跟我说完以后，我就开始担心。我宁愿我这辈子我都好不了，我宁愿灵山去坐几年牢，我也不希望他不明不白的被人给搞死了。Tracy， 你的脑子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不过说到底，这兄妹俩也真是够苦的，一个为了变心的男人，一个为了残疾的女人，这活得真不像个人样。哦，对了，我还有一个事儿要问你。什么？逻辑上说得通，但是没证据。我知道没证据，所以我就当是跟你聊了。所以说，按照你的逻辑推断的话，曾杰可以杀了林芳，也就可以杀了刘备。咱们俩之前聊过，曾杰勾搭这些女生的共性，家庭条件不好，大多都是外地的，再加上林芳的情况，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是备好了后手，不一定要杀人啊。但是万一有能影响到他的人，他动起手来会省事儿多。哎，你说这家伙就这么心甘情愿？应该不是单纯的好色，他像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又或者是弥补某种缺陷。哎，曾杰是不是有什么创伤的经历，咱们没查到啊？你呀，思维太跳脱了。说说看，还打算到了啥？这不是还没有吗？曾杰把所有有可能留下来的痕迹全都烧了。所以按照你的推论来说，如果刘威遇害了，曾杰工作室就是第一案发现场。如果不是第一现场，干嘛要全烧了呀？也是，一场大火，凶器、现场都解决了。我真是好后悔啊！当初小薇跟我分手，我就应该挽留一下她，那起码能救她一命。
这怪不着你。其实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到现在还在为他的事儿操心着、调查着，够爷们。但是张小红，我是真没想到，你问他在乎不在乎林珊，他的回答真是够大气。哎，最后你问他什么了？我把白小玲的情况，还有她和曾杰的关系全都告诉了他。我想知道，作为和白小玲有着类似经历，也同样残疾了的他，会怎么处理和曾杰的关系？你这么信任他？就我当是听听他的想法呗。他怎么说？他说他还没想好，等他想好了再告诉我。Within the dim lights, there's a bright view. Some whisperings are louder than screams. The drowning sea is not the sky and dark blue. In this world, you'll never see through. Cut out that annoyance. I'm in my enjoyment. No sympathetic words grow out my mouth. 'Cause once you start, you can't recall. So now we'll hypnotize the sour look in your eyes. Follow my instincts, don't fall behind. The story now's been told. Question the words, my soul. Don't you feel it's running from the throat? So hypnotized before we pull the face. Highl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2天，如果2天你都没出现在咖啡厅，我绝不再打扰你。Highl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Before we pull the face. Highl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如果不开心呢，就不要再撑下去，早点离，早点重新生活。我不甘心。有什么不甘心的？人生嘛，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当初是我选的他，也是我不听你们的，非要跟他结婚。我自己的破事，我想自己解决。你怎么解决？折腾来折腾去，最后你能占到什么便宜？他跟你结婚，他要得到的都得到了，而你该失去的也都失去了。我要让他把你们的钱都吐出来。小玲，别再陷进去了。当初你结婚你不听你爸的，现在要离婚你还是不听你爸的。我有我的安排。你有什么安排？告诉爸。我不会让人白白占咱们家的便宜，还把我们当傻子的。谢谢。谢谢。凯莉来到了私家侦探海尔事务所，聘请海尔侦探调查自己丈夫杰克逊出轨的情况。很快，海尔拍到。下午突然取消了个会，我也没收到你的信息，想着你应该在家呢吧？没做你的饭。没事儿，下午吃了点，现在也不饿。今天没去咖啡厅啊？下午去看我爸了。哦，对，正想跟你说呢。最近总算是到手了一笔钱，很快就可以给到你父母。很快是多快？半个月吧。多少？大概有个100-200。杯水车薪，聊胜于无。其实真的不用担心，因为从长远来看，公司能让他们安心一点也好。反正我也没有太多奢望。
小梁，我知道你对我的意见其实挺大的，我也不想做过多的解释。总之，再过个2年，你们就都清楚。清楚？你就是想再拖2年。咱们还能不能好好聊天啊？我答应你再拖2年，就是好好聊天了。自从你坐上这个轮椅，情绪比前2年差了不少。说实话，我可以理解。你怎么理解？你是个正常人，最多也就是嘴上理解一下。我除了情绪变差了，跟着变差的还有我的身体。我每咽一口都是收嘴，因为我不想自己的双腿彻底萎缩，我不想自己的身体彻底完蛋。要吗？我陪你散散步呢。我每天都在散步。不是，我没有腿，我是坐着轮椅散。你知道我有多喜欢旅行，现在旅行都变成奢望。你想旅行了？刚结婚的时候，你说过找个时间带我去山里玩，看你怎么找你，挖你。现在呢？还想吗？曾杰，你觉得我现在这样还能爬山吗？我可以推你啊，我们不用去太野外的山，去一些你能去到的地方，没准这样情绪就会好一些呢。你哪有时间啊？我来调一下下周的课吧，调出几天来，问题不大。小玲，我心里知道，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很大很大的问题，但是毕竟我们曾经相爱过呀。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修复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明白。而且结婚这几年，我一直都在忙，的确没能好好陪你旅个游。前几年也是你的闺蜜一直陪着你，到处去玩一玩，我都没能出现在你身边。好，你定行程吧。老爸，昨天怎么样？曾姐表现如何？我倒是觉得应该问你啊，你是希望她表现好呢，还是表现不好？那如果您觉得她表现好，那就皆大欢喜；你要是觉得她不好，那咱们父女俩就要有嫌隙了。哎呦，我说你啊，还没嫁出去，胳膊肘已经向外了。看来啊，你真的很喜欢曾姐。哎，我呢，故意约她到米其林餐厅吃饭的全程，包括了点餐还有品尝，她都表现出没有胆怯的感觉，而且中途还悄悄跑去买单了。估计这顿饭得花她1个多月的薪水，但我发觉她竟然眨都没眨一下眼。那证明她认真对待你，她提前查资料，了解餐厅，就是为了给你留个好印象。这点我当然知道啊，但你别忘了，他可是个普通老师哦。他不是在乎钱的人，他是艺术家。如果真的是艺术家，他就不会跑去结这个账。我是觉得他是有点想讨好我，而且还装得对我不卑不亢。这有什么不对吗？当然没有啊，很好啊，很有心呐。但是他进地铁之前呢，我看到了他一个行为。你心情好，给点钱吧。当然了，我也不是每次看到乞丐都会同情心泛滥的人，但是我起码不会视而不见。共情是
是人天生就有的本能。但是曾杰的做法看得出，他是个共情力较低的人，甚至比较冷漠。我也知道我这么说你不爱听，但是我觉得曾杰他本性并不善良。你要说别的吧，我可能会信，偏偏这一点你肯定错了。我跟曾杰认识，就是因为他的善良。是你告诉过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不是2个美女和一辆豪车，而是2个老头和一辆破车呢？老爸，你就有点杠精了。你女儿我长得好看是事实，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实，那把所有喜欢我的人都当成好色之徒了。我不是想跟你抬杠，我是得看清楚你喜欢的这个曾杰是个什么为人。那就算他是装的，我也认了。他这种男人呐，是双刃剑。如果他是一心一意对你好，那倒是好事。但如果他是有所图谋，那你以后搭上的就是你的生活了。不会。张野，惊喜不？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先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你调查我？我闲的，我调查你，是有别人调查你。正好我之前也委托过他来送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你的照片，就想着过来跟你说一声。谁在调查我？您猜呢？曾杰。我呢就擅自做主，把这些给你老公看了，证明你没跟任何人见过，就你一人。谢谢。我得谢谢你，没怪我擅自做主。去年的事情，我也该谢谢你。哎，就别什么谢不谢的了。我呢就弄不明白，你老公调查你干嘛呀？还有，这男的是谁呀？他是我一个朋友。什么朋友？我知道是朋友，你肯定不能是你情人。你根本不是出轨的人。谢谢你相信我。我肯定是相信你，关键你老公不相信你啊。他委托调查的是2个人，一个是你，一个就是他，杨正辉。曾杰找律师调查杨正辉，所以说我特意来告诉你一声。你最近每天都在这儿？好吧，味道很一般啊。喜欢这儿环境是吧？我喜欢这儿的阳光。小玲，多说一句啊，现在你老公都反过来调查你了，你干嘛还不离婚啊？离吧行吗？我帮你行吗？不是你要纠结到什么时候啊？谢谢你，张野。但是我想给自己一点时间。还拖？我不是拖，我是想让自己想清楚。想清楚？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来找我啊？呀，你之前把我删了，要不再加一下吧？我找你。那个你媳妇儿啊，怎么看都是一个人，不像是有人的样子。
哦，那天你去，我还小激动了一下，我以为要爆料了，没想到是你。哎，不过你放心，我助理会一直跟进，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另一个人呢？杨正辉，30岁，湖南人，在草荣上的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毕业以后到了一家房产中介，干了不到1年呢，又跳到了广告公司。1年半之后辞职，跟几个哥们儿跑到西藏去，拍什么纪录片，没拍出什么名堂来。还搞过公众号，兼过几个职。3年前啊，他搞了个自媒体，拍视频，专门拍什么那个案件分析的，叫。真相背后的逻辑。哎，对，有10几万粉丝呢。那视频拍得好的时候也能挣点钱。不过啊，他也做到代驾，开滴滴补贴一下。最近的短视频好长时间没有更新了。你说的这些都是基本情况。不过至于你到底查他要干什么，再干什么，没那么简单。不过你放心，有进展我第一时间告诉你。辛苦了，曾老师。你天天戴着口罩跟墨镜干什么？你不闷得慌吗？干啥？好，走了。嘿嘿。怎么了？躺过2天喽，那个大灰灰还没有来找我噻。那怎么着？你还希望他接着找你啊？不是，我是想搞清楚，到底是哪个在背后搞你噻？他是想找你的话，会再出现的。当时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很着急，我晓得他要做啥子。那你就更不能着急了呀。没事儿，他要真来了，你该怎么说怎么说。要是不来的话，你也就不用管了。就这样。大灰灰哟，你倒是来找我噻！其实打磨是视作陶艺中最迷人的阶段之一。就这样一圈一圈，把凸起的、不平整的瑕疵和不美观的褶皱，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一一磨平。变得越来越趋于完美，是不是觉得很无聊啊？我也经常去角质、去死皮的。如果打磨人生可以像去角质、死皮那么简单就好了。对了，曾大师连宗眼都没有办法忍受，怎么能不仔仔细细的打磨自己的人生呢？不知道你再这么磨下去，会不会连我也磨没了？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多在乎你。你在乎我，是因为我不在乎你。我不想跟你结婚，也不想跟你天长地久。可人都这样，不付出代价就不知道疼。像我爸跟我妈那样，离婚这么多年，还是只知道在乎自己。你们相处的怎么样？相处。我知道他在演，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在演，他知道我在演，我也知道他知道我在演，我们两个就这样各自的演着，也都知道各自在演着。我经常会想，这样的婚姻，到底是因为我们特殊，还是婚姻的大多数？我不知道婚姻是什么样的，我也不想知道。但你的婚姻都已经水深火热了，你没想过解脱吗？这段婚姻的确没有让我那么快乐，但也不至于痛苦。现在也不是结束的最好时机，而且他还没有成为我的阻碍，否则我不会置之不顾的。曾大师，你就好好打磨吧，我陪朋友玩去了，今天先不陪你了，拜拜。
喝了，医生说了不让你喝酒。这么多钱哪儿来的？我在华廊打工，一张150，我花了2000张。你10岁的时候，我跟村后头的人一起进城打工。有个同乡的表就是工长，带到我们去做装修赚钱，一干就是10几年，要不然供你读书都供不起。坐到。那个时候跟人家家里装修，工长教我们要学会看老板好不好。要是到工地上来给我们拿点饮料啥子的，还主动给我打招呼，说句你们辛苦了，这是好人。从来都是两手空空，对我们吆五喝六的，动不动还怪这儿不好那儿也不好，这就是坏人嘛。要碰上好人来，能轻松一些，活路干得差不多就行了。要是不满意要改，还能扯一下皮，多挣几天的工钱。要是碰到坏人来，你千万要好好干，干不好啊，装修队都给你换了，工钱给你扯皮不给你。做了这么些年啊，我只是明白一个道理：人善被人欺啊。幺儿嘞，老话说的真是有道理。我提起桶爬上爬下来，耍了10几年的枪，我就在想啊，为啥子城里人啊住那么大的房子，我们只会给人家刷墙？想不通啊，想不通啊！工长说了，人要认命，我认了，我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幺儿嘞，你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有出息，上了大学，马上要读研究生了，要留在城里头，把你的命改了，改了命，我就是跟人家说10几年的枪，我知了。丽芳这个女娃娃呀，是个好媳妇，我也对她满意的很，勤俭持家，孝敬父母，任劳任怨，这么好个媳妇，可惜了。感情的事勉强不来呀。幺儿呢，要记到，从古到今，娶妻嫁人都是一辈子的事，你千万不要耽误别个呀。你有文化，比我懂得多，但是有一句话，老汉儿要跟你说说，就是要做啥子事情啊，不要瞻前顾后，直接干。别了呀，你啥子都不要想，你就是拼命的往前奔，哪个敢挡你，你就跟哪个比。我们怕哪个？我晓得了，老汉儿。那你晓不晓得，现在当做你的是哪个？哪个？是我。你看嘛，你要给我看病，要找钱，都担负在我的身上了。你是我老汉儿嘛？老汉儿啷个来？老汉儿也不行。你给我听好了，别给我医了，医好了有啥子用啊？
医好了也是个残废，除了还你的钱，还能做啥子？就是个累赘。要是孝顺的话，就给我找个安逸的办法，让我走。要不然，我就和北朝过。老汉儿，你听我说，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啊？钱不要给你妈，也不要给老家盖房子，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值得花的地方。这些事情你要好好考量。对你老师、领导要懂感恩啊，感谢他们让你读了研究生，有机会要去报答。以后留校当老师。留校还有那么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了，那改命哪有那么容易？你就是当了老师，不光是工作，身份地位就变了。这条路是难，再难也要走。好，老汉儿，我都听你的，是病要先治，钱我会再想办法嘛。你听不懂话说，你在想啥子哦？东想西想的，你还能干成啥子事啊？你记得，连老汉的命你都不在乎，你还在乎啥子哦？啥子也挡不住你。Within the darkness, there's a bright view. Some whisperings are louder than screams. The drowning sea is not the sky. 张老师拿到好评大赛的最高荣誉，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这套作品的创作理念吧。不乱、不困、不畏、不厌都代表着什么？ No sympathetic words grow out my mouth. 'Cause once you start, you can't recall. Soon I will hypnotize the look in your eyes. Follow my inside. 二层助教已经转为老师了， You ruin my sight. Don't mess with me. 我还拿了大奖。现在学校会重点培养我，我会成为草荣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很快就会成为教授的。爸，小芳已经不在了。 我认识了一个富商的女儿，她看我一见钟情，我也喜欢她，我们会结婚。可惜您看不到。爸，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出人头地。 Before we pull the f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before we pull the f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我承认我接近白小玲是别有居心，是想从她那儿了解到曾杰的情况。 但是这段时间相处下来，我觉得他人真挺好的。你这是喜欢人家还是同情？也不是喜欢，当然也不是同情啊。就我跟他比，他那个钱打断了腿都花不完，我有什么资格同情人家？哎，看来以后是没法相处了，肯定觉得我居心叵测。你本来就是啊。对，我咎由自取。你什么打算？明天继续找他去？
我想把我对曾杰的推断和分析全都告诉他。你真行，要挑拨人夫妻关系。他俩早就貌合神离，用得着我来挑拨吗？哎，你不觉得白小玲待在曾杰身边很危险吗？啊，去年的火灾，除了消除小薇的痕迹，那如果白小玲真的在3楼的话，那他不就直接报销了，一举两得。再说车祸，这曾杰刚保养完车子，刹车就失灵了。真希望你有证据啊！你就是老不相信我。不是不信你，我是真的希望有证据。我说你现在一没证据，连一个合理的原告都没有，就是案子给我了，我怎么帮你？我总不能抓了曾杰跟他说，我怀疑你杀了刘威，杀了林芳，你还准备杀你老婆白小玲。别问我为什么，都是我推理出来的。我肯定能找得到。小薇，小薇，大灰灰，小薇，真的是你啊！哎，离我远点儿！早分手了，你放尊重点啊！太好了，你没事，还没死。你有病吧？你才死呢！不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找你，我也没发现你的任何讯息，我怕你出事。刘威，他就是刘威。你又是哪位啊？啊，我叫李德，是警察。这段时间大灰灰一直在让我帮忙找你，他还以为你出什么意外了。哼，杨仁辉，你怎么这么小心眼？我不就是甩了你吗？你至于盼着我出事吗？不是，你误会了。我是真的突然发现你所有的社交媒体还有视频上都没再出现过了，我怕你出什么意外，我纯粹是因为担心你啊。确实，这段时间他挺担心你的。你们好好聊啊。我谢谢你啊，我早就换号了，不做视频也不做主播了。我不用以前那些账号，就是不想再看到你们这些人。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生活，我很好，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了，好吗？这不是最好的结果了吗？全不对，有什么不对的？刘威过得挺好的，你查了这么久，你最不希望的，不就是确认他遇害了？小薇过得挺好的，我当然替她开心了。只是我查了这么久，查的全都是错的，像个笑话一样。你真的觉得你查错了？你真的觉得曾杰不是个坏人？对吧？是这样。你之前的那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找不出第二个答案。如果曾杰像我们之前推理的那样，林芳、小薇都是死于他手，那么白小玲她同样也跑不掉。现在白小玲对于曾杰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反而还很碍事。为什么不让她彻底消失呢？而且反过来说，如果我是白小玲，我已经落到一个残疾的下场，我老公天天在外面花天酒地搞来搞去，还花的都是我的钱。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杀了曾杰。我理解，女人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背叛。对，还有辜负。来，干嘛呢？吊着个脸。刘威找着了，不应该高兴吗？我挺高兴的呀，只是有点没想到。那我说你吧，根本就没有证据。现在怎么样？
直接打脸了吧？小薇还在，而且看上去比以前过得好多了。怎么看出来的？他浑身上下没有一件是大牌，但衣服的质地都不错，戴了一块不贵但也不便宜的手表，这种就是没有炫耀的属性。说白了就是不值得发朋友圈秀一秀。他化的妆也比以前淡了，跟以前绚烂夺目的样子看起来变了很多。那你是怎么看出来你这前女友离开你之后过更好？他穿成这样子，不为了拍照，不为了拍视频，不为了给别人看，他像是真的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很舒服的样子，拿着一杯奶茶走过街头，看起来真的很轻松。所以啊，小薇过得比以前好，真的挺开心的。至于她当时为什么跟我分手，一点都不重要。不过曾洁，我是会继续查下去的。大威，我知道刘威和曾洁之前有过什么，但都已经过去了。跟刘威没关系，跟林芳有关。林芳的事我会继续查下去，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白小玲。之前我不认识白小玲，但为了调查曾洁，我去接近了她。现在我和她算朋友。再说了，我是一个做悬疑推理的博主，发现了一点我不跟进下去了，那岂不是有违职业道德？我得尊重真相背后的逻辑啊！你还真信张小红说的，曾洁要杀白小玲啊？你仔细想想，白小玲现在虽然是残疾的，但人家过得也不差吧？曾洁对她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利吧？去年曾洁工作室的火灾一定不是偶然，曾洁就是为了要烧死白小玲。打住，打住啊！你要相信我啊！我又不是没信过你。是，你是信错了我一次，但我的逻辑是没有问题。是，你的逻辑是没问题，分析也合情合理，但我还是那句话，你别有证据。李德，我正经问你3个问题。一，你多多少少有一点，起码一点点，你怀疑曾洁是一个犯罪者吗？对，但是只有怀疑是不够的。好。2，你多多少少有一点，起码一点点，你怀疑林芳的死不是偶然并发，只要是怀疑就行，怀疑你就点点头。第3，如果我查到了有价值的线索或者是证据，你是不是也会挺兴奋？那不就行了？那咱们就继续查下去。什么叫咱们？你以为我每天没事陪着你玩了？哎呀，都是自己兄弟了，分那么清楚干什么呀？魔怔了，魔怔了，你真是魔怔了。谁呀？外卖。我没叫外卖，是不是送错了啊？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你怎么能跟白小玲扯上关系呢？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你在查曾洁呀！你们是谁啊？张杰，这名字怎么那么熟啊？他有个追求者叫张岩，社交媒体下面点赞捧臭脚，罪人嘛，咋个可以让他轻易放弃呢？啊，律师，不是律师平白无故来找我被告了。告什么告啊？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交个朋友啊。谁跟你开玩笑？谁是你朋友啊？你呀，大灰灰嘛，还挺厉害，不愧是律师呢。找我什么事儿啊？吃饭了吗？陪我宵个夜呀。我吃过了。那就陪我喝2杯。你这上面的人呢，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要对付的是曾洁，在某种程度上，咱俩算是盟友。你有点意思啊！一个视频博主查得这么彻底，而且这个曾洁有这么多的事儿的，我的确是没想到。哎，白小玲是不是知道了曾洁在查我呀？我跟她说呢。怎么着啊？还继续查吗？
我小查。这样吧，你呢也别孤军奋战了，我跟你一起。现在不有2个人没弄明白吗？一个人叫什么陈雨禾是吧？对，这个陈雨禾应该跟曾杰挺久的。他跟别人不一样，曾杰没打算抛弃他，因为陈雨禾的家庭条件好，他爸是草文大学的副校长。行，穷了呢骗完就扔，有钱呢就好好分着。这孙子是个人渣。我听你说还有一个他婚前有钱的富婆，什么情况？就是有一个开了跑车的富婆去找曾杰，别的就没什么信息了。兄弟，你这是大海捞针呐！曾杰在读研的时候去过日本，以他那时的经济条件，想要自己花钱去，显然是不现实。这好办啊，查一查谁跟他一块去的不就完了吗？我已经试过用各种方法在查了，但是还没查到。走这个正规渠道啊，还得靠我们专业人士。这个交给我吧，我想办法。哎，野哥，你这么上心图什么呀？你图什么呀？我是做悬疑推理视频的呀，这是我的兴趣。再说了，从本质上来讲，我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你也可以觉得我是闲的。你不可能是闲的吧？我，哎了，都在酒里了。当年我就是一心都不是的，要不然白小玲怎么能让曾杰那个王八蛋骗到手？现在白小玲在我这儿，啥也不是，她就是我喜欢的一个姑娘而已。让她呢，跟这曾杰那王八蛋一离婚，让那个孙子净身出户，我跟白小玲也不联系了，不喝了。再也不了，这俩酒了。下车了，下车了。哎，李哥，哎呦，兄弟啊，跟你说啊，说那个孙子，必须得查他，使劲得查他。我告诉你，查着以后啊，我是啪啪。绳之以法的，绳之以罪不济嘛，咱得让他净身出户。记占白小玲便宜嘛，也不看看我是谁。你是谁呀？啊？这个问题问得好。要说我是谁呀，得从人与宇宙的关系说起。坐吧。喝点什么？有。甜点呢？不用。怎么说呢？如果我没猜错，张野应该也找过你了吧？啊，对，昨天拉着我喝到半夜，喝的我现在头都还是懵的。所以现在你有话就直说吧，我在你面前其实也算没什么秘密了。我觉得野哥真挺喜欢你的，这么多年一直都很喜欢你。都叫野哥了，看来你们喝的是肝胆相照啊。那倒不至于，昨天喝大了倒是真的，我好像还吐了他一车呢。行了，不说他了。你有什么想说的，说吧。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聊？可以。你住这儿啊？对啊，跟你家那边的环境肯定没法比。我觉得这儿挺好的，我喜欢这儿的风格。你带我来你家干嘛？不是要跟你解释什么，确实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从一开始我就在调查你先生，包括接近你，都是为了查他。你先生在外面确实有很多事情，野哥也知道了。他说他能帮你打赢官司，最大限度的保护你的财产。啊，还有一件事，说起来挺可笑的。我一直在找的小薇，我以为她不在了，结果我昨天在街上碰见她了。
都告诉你了。看到他问金喜，结果我说了一句“你还没死啊”，他骂了我一顿就走了。那你们就没聊聊，当时是发生了什么让你们分手的？没聊，他骂完我就走了，也没留下联系方式。不过他还在，看他过得也挺好的，我就也没什么可惦记的。给。你不看看啊？怎么？你想看看自己的样子？我都处理了，把我自己的脸打码了。你备份了吗？我说没有，你信吗？这东西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吧？2清了，你走吧。电话卡我扔了，想必你以后也不会再找我了。祝你们离婚愉快。你怎么来了？曾杰啊，我觉得有件东西你应该看一下。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是你和刘威的。温小玲，我也有个东西，你也可以看一下，也是你和刘威的。我还有一份视频，是你老婆找我时我偷录的，加30万，我就给你。祝你们离婚愉快。你不就是想找你老公出轨的证据，分那财产吗？骗子，真是一点诚信都不讲。对你这种连自己老公都骗的，有什么诚信可讲？你有本事就弄死我，你弄不死我，我就把你花钱雇人勾引老公的事爆出去。你放我，那我就把你跟曾杰上床的视频发出去。你发呀，那视频根本就看不见我的脸。我不想惹事，我只是想赚点钱，从头开始有个新生活。你干嘛不放过我？只要不惹我，我肯定不会把你的丑事爆出去。像你这种有头有脸的人，你不会不要面子吧？我再说一遍，我不想惹事。你要是想动手，不一定打得过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啊！一开始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坑你，我就是想快点干完，拿了钱就走。结果你老公跟我敞开心扉聊他自己，我才发现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没钱没地位，拼了命的就是想让自己活得好一点。他走到今天也是千辛万苦，我们太像了。所以你就出卖我，还跟曾杰要了钱，你根本就是为了多骗钱。女人办事要钱是天经地义，凭什么不能拿？你要我做的我都已经做到了，你还盯着我不放，到底要干嘛？你还有理了是吧？你有什么理？雇人勾引老公离婚分钱就有理了吗？大家都一样烂，谁也别说谁。不放过我就跟你们撕到底，看是你们受不了还是我受不了。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离婚，说是你很光彩吗？你只要放过我，
我立刻消失。我本来就是要消失的，你们以后都不会再看见我，我也不想再看见现在的我。好，那就好。我今天要跟你说的事儿，不是刘卫，是他，林芳。你跟我说的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也不想知道的人。那我也要告诉你，林芳是曾杰在认识你之前的女友，说是女友，他们其实在村里摆过酒。他们相处的那阵，曾杰在一个村子里的画室打工。我知道他在画坊画画的事情，他临摹莫奈。就在那个时间段，他应该还交往了一个有钱的女子。这个人我正在查，他和曾杰很有可能一起去日本旅过游。因为曾杰在读研的时候去过日本，但他当时根本就没有那个经济能力。我约了朋友周末去日本泡温泉，咱们一起啊？日本？你有签证吗？没有。由于种种我查不到的信息，曾杰和这个有钱的女子并没有一起走到最后。在那之后，曾杰就遇到了你。根据我查的时间线，那个时候他应该还和林芳在一起。就在你们俩刚开始恋爱的时候，林芳死了。她是突发心脏病死的，他哥林山操办了整个后事。但很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见到过林芳的遗体，是林山直接拿着林芳的骨灰回去下葬。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查不到林芳是怎么死的。林芳已经死了4年了，林山一直都没有什么工作，也没什么收入，但他不断的能弄到钱。就我所知，他在医院给张小红花的医疗费就已经几十万了。张小红又是谁？张小红 ，Tracy， 她有一点跟你很像，也是一个因为意外没办法再站起来的人。不过她没有你幸运，她没钱，只能在病床上面躺着。关于林山、林芳还有曾杰，他有一些他自己的看法和分析。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张野是不是也都知道了？是，他现在应该在查之前跟曾杰有关的有钱女子，还有陈宇。他一直都想让我在最小损失的情况下离婚。我觉得他对你是没话说的。我知道，我是他当年的遗憾和不甘心。其实大可不必，我早就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想法，你认真的想一想，去年曾杰工作室的火灾真的会是意外吗？你说你要提前去休息，他以为你是去3楼休息，所以在你离开后发生了火灾。要不然我实在没办法相信，曾杰会那么巧，提前就准备好了逃生用的面具和防火毯。火灾没让你出事，1个月后你就发生了车祸。那是因为刹车失灵不会是偶然，你开的还是一辆好车。我找懂车的朋友咨询过了，要让你那辆车刹车失灵，还真得动动手脚，哪有那么多意外啊？白小玲，你可以不愿意相信，认为我这些都是推论，但你仔细想一想，你和曾杰的关系都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出了意外，是不是对他有好处？他是不是最大的受益者？曾杰是我先生，杨正辉。你这么假设我们的关系，我非常不喜欢。你是不喜欢，你也不用去喜欢，我就是要告诉你，这是现实，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不能去逃避。白小玲，张野是想帮你打赢离婚官司，我是希望你别出事。你想多了，你可以有你的假设，做你的推演，有你的逻辑，但相信我，这不是真相。但慧慧，我自己的婚姻我清楚。是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但这就是我的生活，我想自己去面对。曾姐最近要带我去旅行，她也希望我们的关系能有所缓和。要去哪儿啊？他会不会？大灰灰，你不应该希望我好吗？我是希望，但是我已经这样了，也很难更不好了。假如我们能改善关系，那可能未来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下去。倘若确实没法改变了，我也想干干净净的结束。如果我真的要跟曾杰离婚，我肯定会去麻烦张野的。但你们不用替我担心，更不用替我做主，让我自己来判断吧。所以，我真的还挺期待这次旅行的。我以前很喜欢旅行，我以前也很喜欢曾杰。哎，别关门，随时有人会进来。我就喜欢你满脑子都是不正经，却还要装正经的样子。你怎么突然跑来了？我有3句话跟你说。第一，这个周末我不想见你，我约了朋友，所以说你别约我。所以这是第1句还是第2句？2，我在手机上刷到了一家新开的餐厅，看起来不错，下班我请你吃饭。第3句话，如果你不想听，那我就不说了。就算是我不想听，你也忍不住的，所以还是说了吧。我改主意了，第3句话，吃饭的时候再告诉你吧。那看来，你还要忍2个小时哦，好辛苦。第3句话，我还是告诉你吧，曾教授。好，说。我说，第3句话，我还是告诉你吧，曾教授。你说什么？曾教授。嘿，你个笨蛋！我说你现在是曾教授，不是副教授了。你怎么知道的？我评级过了。昨晚我爸在家吃饭的时候打电话，我听他给别人说的。你没听错吧？有可能，没准儿说的是别的曾杰呢。不可能，整个草荣就只有我一个曾杰。我当然知道了，他说了好几个名字，我都没听清，我就听到你了。怎么样，曾教授？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的得意，还要装作一副很矜持的样子啊？矜持？和你在一起有什么可装的呀？我就是要得意。曾几何时，我还是草阳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可现在，我就是草荣最年轻的教授。吃完饭，准备干嘛去？曾教授，你休想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可以一起得到。今天就是吃饭。好，听你的。你很久没有跟你老婆一起吃饭了吧？挺久了，和他吃饭很痛苦，都不知道聊些什么。那谈恋爱的时候呢？谈恋爱的时候也没有话可以聊吗？那时候忘了，聊也就是聊一些七七八八有的没的，记不住了。好吧，吃饭去。你可能想不到，我特别喜欢火车。11岁那年，我才第一次见到火车。镇上有了火车站，铁轨从我们村子边上经过，我经常会站在铁轨边上等，有时清晨，有时黄昏。火车开过来的时候，
我就会追着火车跑，因为我知道，火车能把我从那个小村子里带走，带我到没见过的大城市去。火车，小时候在我心里，那就是对神秘远方的希望。考学时候，我是第一次坐火车，买不起卧铺，也没买到有座的票。我背着包，站在2节车厢中间连接的那个位置。那个地方总有人在抽烟，所以一直都是烟雾缭绕的。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些不真实。我是美术生，高考前要参加专业考试，那会儿是2月份，天特别的冷，我就站在车上，车窗都是雾蒙蒙的，要隔一会儿擦一下才能看清楚外面。我就看着山、荒野，变成了农田、村庄，又变成了一棵树，又变成了一片草地，突然变出了一栋楼，紧接着是一栋一栋的大楼，楼上有灯，楼下有大路，路上有车，车水马龙。我把脸贴着窗子，对自己说：“曹荣，我会来的。曹荣，我一定会留下。”你留下来了。是不是觉得很可笑？一个像我这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正坐在像你这样的白富美对面。怎么会呢？我觉得你很了不起，今天和未来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努力争取来的。你比我强多了。在我们村子，只要有孩子考上了学，就都会摆酒。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老爸在外面打工赚钱，我也在画坊画画赚学费，根本没有想过要庆祝。电话里，老爸跟我说他特别的高兴，在请所有的工友们喝酒。我听了之后，也跑去超市买了一瓶白酒，就小小的那种。下课之后，一个人在画室就把酒给喝了。那是我第一次喝酒，很快就醉倒了。当时整个房间里全都是乱七八糟的画架，画上是歪七扭八的线条，可我就看着那些笨拙的笔触，一点点活了，画上了雨，云撞上风，风水落雨，雨写成红，洪流冲堤，滴碎石胚，飞鸿踏雪，雪傲霜凛，凌霄已破，破而再立，立而不同，同而不和光同尘，尘场户，目中无人。那一醉，那一醒，我的人生就变得不一样。曾老师，你天生就该是艺术家。人家2口子去旅行，你怎么了？曾杰肯定对他图谋不轨啊！好了，你别给我推演了，我信你也没用啊。白小玲信你吗？
他那是身在局中看不清形势。最早你说曾杰工作室的火灾是为了销毁有关刘威的痕迹，现在看来，他当时应该就是针对的白小玲。这个时间和你推断的刘威与曾杰接触的时间很近。对。对呀，找小薇，你可以啊，李德，专业啊。如果刘威真的和曾杰有接触的话，他应该多少会了解一些信息。没错。不过我找不到他呀。哎，你有没有办法查？之前又不是没说过，这我查不了。哎，大富贵，你说你跟小薇只交往了2、3个月，其实你根本不怎么了解她。对呀，小薇不一定真叫刘薇，可能是化名，那更难找了。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发散一下思维啊，你不挺厉害的吗 ？Tracy 的肯定是有情况，这事儿你别忘了啊。喂 ，Tracy 啊。林珊和他找曾杰要了一大笔钱。大钱？对，他今天早上过来给我送饭的时候，跟我说已经联系了上海的医院给我做治疗。我的情况你知道的，没有上百万我是治疗不了的。他为什么之前没要，现在去找他要啊？我不清楚，是不是你那边查到了什么事情，让曾杰特别紧张？不然为什么曾杰给林珊这么大一笔钱？我没查到什么呀，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林芳的死和曾杰有关，这很奇怪啊。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先把这个情况告诉你。行。很蹊跷，我说林珊会不会从其他地方弄到钱？不可能，他除了从曾杰那儿要到钱，还能找谁要？你是哪个？你想想我会是谁？你是？你知道我是谁了？那你知道我找你要干什么吗？找我做啥子？我跟你有啥子关系啊？张小红的情况我了解了一些，她的情况其实比我要乐观，能治好的。上海、北京都有医院能做她的手术，只是要花不少钱，而且也不能再拖。50万，这是一半，事成之后再给你50万，足够了。你找我做啥子？林芳是怎么死的？心脏病死的，方便死了。你亲眼见到的。你愿意说实话，就把钱先收了；不愿意说的话，我现在就走。你亲眼看着林芳发病死的。后事都是我办的。回答我的问题，你在怕什么？是怕包庇罪吗？我也找律师咨询过了，放心，最多也就3年。3年后张小红又没老，而且经历了这1年多，她应该愿意等你。你亲眼见到的。曾杰跟我说的。我最后没见到我妹儿。曾杰杀了他？不对，有可能是发病死的。哎呦，我不晓得。那这几年，你找曾杰要了多少钱？大概能有个30来万吧。他一直给你钱，是因为对林芳的情感，还是怕你追究？锤子，当然是怕我噻。好，我问完了，钱你拿走吧。到底要找啥子样的泥巴咯？
我看这一代的泥巴都是差不多的那种。不慌，慢慢的找啊。烫好了，赶快来喝。差不多一哈哈就要回去了吧？6点之后还车，租车公司还要多算半天钱嘞。不慌嘛，再找一下。要不再换个地方？我看这一袋泥巴都差不多嘞。我包里有药。哦，好，我来找会儿。不慌，快点！不慌，很快就找到了。我心脏难受。快给我药！快给我药！好难受。药。就这么巧，这娟姐还是我客户呢。什么客户啊？前些年我帮她离过婚，让她赚了不少。后来呢，她就找我律所做常年的法律顾问，这些年合作的还挺愉快。这曾姐真贱啊，
听你这么说，这娟姐年纪不小了呀？对啊，有钱，有本事，有年纪。曾洁，搞美术的，以前跟您去过日本。啊，这幅画就是他画的。要是画得很差，我也不会摆出来。曾洁现在很有才华，她现在已经是大师了。我看人的眼光不差吧？那是，那这娟姐的眼光能差吗？这么说，这曾洁也受过您的恩惠呗？你就直说吧，你想打听她干嘛？她是谁？他，要说他，那话得这么长。我来说吧，我来说吧。啊，娟姐您好，我就把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为什么来找您，全都跟你说一遍吧。所以，你觉得曾洁是个杀人犯？严谨的来说，这个推测是符合逻辑的。你又不是警察，曾洁又跟你没什么关系，你查她干什么？这个多多少少跟我的职业有点关系啊。而且，如果曾洁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也不希望看到更多的人被害了。关你什么事儿？那行，调查着玩吧，姐。再说这事儿跟您肯定也没有什么关系。又关你什么事儿？我弟弟女朋友让曾洁骗走了。哦，你姓张，他姓杨，表弟啊。兄弟嘛。曾洁还真长本事了。姐，你要是没什么不方便，就给咱聊聊呗。对呀，曾洁已经坑害很多女生了，你不知道，还有好多的女学生已经被……这男女之间嘛，要么就是你情我愿，要么就是等价兑换，有几个人是真傻呀？是，您说的这个现象虽然存在，但我们人活着，心中总得有点公义吧？真天真，看你这秉性，肯定是还没结婚吧？有女朋友吗？没有。有房吗？没有，首付都不够。所以说你何必呢？别管闲事儿，有那管闲事儿的功夫，还不如管管你自己呢。你又不是小孩了，成熟点吧。我绝不会成长为一个成年人，我将从一个孩子直接变成一个老人。哼，还读过卡夫卡，有点意思啊。是，有点文化。好了，说吧，你们俩都想知道什么？我记得是很多年前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开的商店。我记得当时他的那个墙上啊，挂的全部是印象派的画，而且是那种临摹，我特别喜欢。我就在那儿认识了曾洁。我记得我当时看见他的时候，他在他的画室里面，坐在画架前面，浑身都是油彩，特有型，一看就具有斯文败类的潜质。但是当时他因为没钱，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这大概就是人生的不幸吧。在你最好年华的时候不珍惜光阴，等你老的时候，多少钱都换不回来。那娟姐，所以您就是在那个时候跟曾洁认识的？曾洁很有才华，她也很执着。当时我就想帮她一把，女人嘛，都有这么些。帮她什么呢？帮她学会更好的生存。这么走太慢了。我也想走快点儿，可是我根本就没有路啊。你是想找路，还是找捷径？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路，谁都可以走，而捷径是极少数人才能发现的。你是谁啊？那会儿他还在读研究生，也是他最难的时候，凑生活费都很困难。他爸爸又在医院要花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命苦，也算是动了恻隐之心吧。
姐，能得到您的赏识，那是命苦，那是他命太好了。娟姐，曾杰当时有一个女朋友，你知道吧？就是他后来的老婆，叫白小玲，应该是吧？曾杰认识他之后，还来找过我，让我给他支招呢。那不是白小玲，是白小玲之前的那个女朋友，叫林芳，农村的。这个嘛，我没听说过，我也不在乎。曾杰和白小玲，你为什么要给他支招呢？曾杰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我只是帮他觉悟些。他呢，迟早会出人头地，我呢，很欣赏他，所以就送他一程呗。买过股票吧？股市里选择一个潜力股，看着它一路涨价，没成就感吗？你怎么想？跟我之前想的一样，曾杰能有如今的地位和声势，肯定是历经磨难。成功之路都这么艰辛了，还有胆子杀人吗？就是来之不易，才奋力维护地位。也是，但是娟儿姐根本不知道林芳这个人啊。林芳妨碍的不是娟姐，林芳妨碍的是白小玲。那白小玲现在妨碍谁了？曾杰现在不靠女人了，白小玲妨碍的是曾杰本人。你也相信曾杰会对白小玲下手？你刚才不是分析一大堆了吗？不，我的意思是你也相信，对不对？对呀。那要是你去劝白小玲别去旅游，她能听你的吗？听谁？听我的啊！这个缺心眼要是听我的，他车祸前就应该离婚；他要是听我的，他就不应该跟曾杰这个孙子结婚。哎，别急，我理解你也不容易，高端备胎嘛。说谁备胎啊？我算得上备胎吗？我就是个老同学，还是很不熟的那一种。对。看来劝白小玲是没用了，你赶紧想办法查查吧。查什么啊？查白小玲要去哪儿旅游啊，好歹防范一下。来喽，拉果。你爪子嘛？你是不是找曾杰讹了一笔钱，一大笔钱？哪个讹钱了嘛？我告你没得证据，别瞎说，我告你诽谤。那你告诉我林芳怎么死的？你再说我妹儿，我跟你不客气了。来呀，让我看看你要怎么不客气。来。哎呦，你怎么了？你别碰我啊！我还没讹你呢，你讹我！起来，松开！我告诉你啊，我妹儿有心脏病，我也有。你少来你！我只是来找你问一些问题的啊！你少给我装，少给我演戏！你不想知道我妹儿咋个死的吗？我妹儿就是那个死的。我告诉你啊，你再不说我就死给你看！哎呀，你这不是耍无赖吗？他要是个无赖，哪能管我死活？但是他在乎你，跟他是不是无赖没关系。行了，你赶紧说吧，一会儿他该来了。你就是想让我问出来林芳到底是怎么死的？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灵山一定知道些什么，也一定跟曾杰有关。你去找了灵山，那灵山一定会告诉曾杰，你之前又调查过曾杰，那曾杰一定会心虚。灵山趁此机会找曾杰敲了一大笔钱，这很符合逻辑啊。我觉得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如果灵山真的把握了曾杰的把柄，那他完全可以在我出现之前就拿到这笔钱。说的也有道理。难道这笔钱不是曾杰给的？那就只能靠你了。你一定要记住啊，千万别让他洗衣啊！放心，我最近看了一大堆那种推理的破案的视频，绝对专业。行了，你别吃了，赶紧走吧，一会儿他送饭来了。好。哎，你所有视频我全部看完了，我看了好多遍，好久没有更新了。真相背后的逻辑，我们都希望获悉真相，但真相总是隐藏的最深，只有梳理清楚逻辑，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真相。曾杰读研时，他父亲
不幸染病住院，曾杰读研的费用、生活费、医疗费，一大笔钱压得曾杰喘不过气来。但他那时根本没有短时间内赚到一大笔钱的机会。在他一筹莫展之际，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个女人叫娟姐，她和曾杰父亲差不多的年纪，她很富有。她决定提供一笔钱给曾杰。大哥，你能别晃吗？你试试，这东西多沉啊！我出钱，咱买一支架成吗？架子是没有灵魂的呀！你也不拍视频，你直接说得了。Keep roll。娟姐这笔钱，想必大家都知道条件是什么。虽然我们这些年轻人常说“阿姨，我不想努力”的这样的玩笑话，但真正面对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下这样的决心。这3年来，曾杰对娟姐简直就是招之即来。除了在草绒，他们还去过很多地方旅游，包括2次日本，顺道还治了病。曾杰的胃不好，只能吃点软的、热的、温和的。娟姐找人帮忙，彻底给他治好了。在娟姐资金的支持下，曾杰花了之前几10倍的成本，做出了一套作品，拿去参赛，获得冠军，从此走上了曾大师的成名之路。但这个时候，娟姐对曾杰的兴趣也慢慢减弱了。他们结束了这段跨越年龄的爱情。那几年，曾杰很清楚自己和娟姐并没有未来，所以他一直和当时的女朋友林芳没有分手。俩人在农村也办过酒席，不是那么容易分开的。娟姐不知道林芳，就算知道了，估计也不会太在意。当他们结束这段关系以后，曾杰发现自己的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他那不高的薪资加上制陶艺术师的收入，并不足以让他过上优越的生活。他不甘清贫，他想要跨越。他知道通过正途难以快速实现。就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你，白小玲。年轻貌美，家境优渥，他知道和你结婚，他就可以迅速改变自己的生活。他的谈吐身份已经吸引到了你，他需要做的就是解决掉在他面前一点点小小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他的女友林芳。为了和我在一起，曾杰杀了林芳，又用钱收买了他唯一的亲人，他的哥哥林山。扫清了这个障碍之后，他和我顺利结婚，而我对此一无所知。婚后，曾杰不断在外面拈花惹草，玩弄了很多女性，包括你的前女友，叫小薇，对吧？因为怕事情暴露，他还杀了小薇。我知道小薇没死嘛，那就是没杀成。没杀成小薇，曾杰就想杀了我。他先是制造火灾，想烧死我。1个月后，他又弄坏我的刹车，让我出车祸。现在他正在制造机会，再一次干掉我。大灰灰，你后面想说的是这样吧？对。张岩，你是个律师，懂法律的，你俩什么时候就这么沆瀣一气了？我俩就是，我们就是害怕这个假设是真的，就不希望你有危险。对，你看啊，去年呢你就已经找到了野哥，你就跟他提过你要离婚。那个时候你一定是发现了曾杰的一些作为。你就算不信我，不信野哥，那你信一信自己的感觉呢？对呀，对什么对？是去年我是想离婚，但那是去年我们关系非常紧张，但今年不一样了，他多少会收敛了，所以我改变主意了。我想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现在的生活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很满意。每天在咖啡厅看书，我觉得很沉浸。如果以后我们彻底没感情了，或许我会再想离婚。但不是现在，这不是离婚不离婚的问题。他曾杰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他很危险。你们都觉得他是杀人犯，告他去啊！大灰灰，你做推理视频的，报警应该怎么弄？你不会不明白吧？张烨，你更是专业的。是，如果曾杰真的想杀我，他有无数机会，随便哪天在家里用枕头把我闷死都行，我连反抗都没办法。按你们2个的说法，我已经在危险边缘徘徊了1年，我可真是九死一生啊！我就说他肯定不听我们的，他从来就没有听过我的话。
一直都这么一副美丽的样子。如果我要离婚，肯定还是找你帮我。别如果好吗？这次你听一回劝行吗？听什么劝？现在就离婚吗？曾杰不是要带你去旅游吗？别去。怎么？他要趁旅游杀了我吗？如果你不去，起码可以避免掉这个可能啊。他是想和我修复关系，这一点我能看得出来。他根本就没有跟你修复关系的逻辑啊！白小玲，你不理解，像我和曾杰这样的，我们都是穷苦出身的家庭。我可能好一点，是普通家庭出身，但说到底，我们都是寒门呐。寒门？问题不在于这里，没钱的家庭不一定就培养出唯利是图的人，知道吗？那曾杰是自己选择走歪路，懂吗？是这样吗？兄弟，我做了这么多律师咨询，曾杰这样的就是人品不行，别总往家境上头扯。别打岔行吗？他能听你的吗？他还真是不听劝呀。行了，我自己去逛逛。你和曾杰什么时候去啊？就这2天吧。周末？或许吧。去哪儿？等我回来告诉你，到时候咖啡厅见。哎，查查他要上哪儿旅游去吧。你要跟着去啊？我虽然不一定都对，但是我还是很相信自己的逻辑。哎呀，关键我上哪儿查去，大哥？想想办法啊，野哥。姐，这2个新项目都特别适合你，而且最近店里也有活动，各充20次吧。哎，好，请稍等。白总，这个产品的额度已经帮您预定好了，您到时候直接过来办手续就行了。您要是不方便的话，我到时候给您上门办理也没问题，您招呼一声。不用，我也不忙，到时候我自己过来吧。正好这2天我跟先生去旅个游。行，我把钱先付给你了。放心吧，你要的那2辆之后，下星期都能到。你不方便，我给你送过去也行。不用，到时候我自己来拿就行。放心，拿了钱我会好好做事的。我给你的建议是明天下午3点左右去瑶堂酒店，大厅中央有一个陶瓷的艺术品。我先生3点多会跟人在那儿见面，结束离开时会经过那儿。你最好当着他的面把那个艺术品打碎。为什么？因为那个艺术品是我先生的作品。你确定当着他的面砸了他的作品他会高兴？他会，因为那个作品有瑕疵，他一直都希望毁掉。你借这个机会就可以认识他了。万一让我赔偿了呢？不会，如果真有万一，钱也是我付。那个东西有什么瑕疵？宗眼。什么是宗眼？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无关紧要的瑕疵，普通人根本不会在意。但对于有些人，就会难以忍受。哎，什么呀？我女朋友跟这个大主播来直播，非让我陪着。吸粉，你当人大主播都是傻子吗？那根本就是让他来当陪衬的，还亏你。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跟你说了，咖啡厅见啊。我以为你说的是旅游回来见。你就笃定我回不来了是吗？不是，不是。
这个季节天也有点凉了，你们要去哪玩啊？你想干什么？我随便问问。是不是要盯着我去的地方，然后关注那儿的新闻？如果我出事了，你能第一时间知道？我真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还是真想知道？真想知道。青城山。啊，对了，昨天有件事情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说。那个娟姐是真的，我和野哥找到她问过了。她知道你。曾杰刚认识你的时候跟她说过。你是不是很奇怪曾杰为什么会跟她说？其实曾杰刚开始追求你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是这个娟姐教的，要不然曾杰怎么会那么容易追上你这个白富美？哎，你好，哪位？能听出我的声音吗？您怎么有我电话的？找你又不难，你现在挺有名的。如果我找不到你的话，说明你发展的并不好。您找我什么事儿？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今天突然看到了日出这幅画，就想到了你。你现在不会不方便吧，曾大师？挺好的，是你该有的品味。这些年，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你，不错。谢谢娟姐，这多亏了你以前的照顾。你老婆怎么样？还好。这里一共3层，除了工作，楼上也能住吧？能住人。经常住在这儿吗？忙的时候会。看来夫妻感情不太好啊。好的话，再忙都会回家住的。您喝水。就给我喝这个。我给您泡茶吧。娟姐，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找我？没事，就是突然想起你来了。你那么紧张干嘛？我又不会吃了你。你结婚有3、4年了吧？啊。还没孩子？没有。要离了吗？暂时还没想。真的没想吗？我妻子去年车祸了，现在还坐轮椅。白小玲，对吧？是，您还记得她？我当然记得她。当年我可是给你出过主意的。啊，是。也是因为她坐了轮椅，你才没离婚。也对，你现在也是有身份的人了，抛弃残疾妻子，影响生育。他家的资源对你的事业帮助很大吧？啊，还行。你别不好意思，3、4年前我就跟你提过，你跟他结婚之后，你最大的目标就是让自己越来越优秀。是，还多亏了娟姐当年的提点。他不是一个没脑子的人，你真正的目的他发现了？发现了，但他也没什么办法。车祸不是你弄的吧？不是我，这个真的不是我。不过这场车祸也帮了我挺大忙，因为从那之后，他逼我拿钱，就没再逼得那么紧了。曾杰，
你还是挺幸运的。好了，我走了。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以后呢，我也不会来找你了。娟姐，你有什么建议吗？对你老婆，现在的她对你而言已经不同了，抓紧离对你更有利，付出一些代价也无妨，反正该得的你也得了。这个，抓紧离婚，你把条件开得高一些，她会同意的。反正他也想分开，但是你舍不得付出代价，难不成你再弄一场车祸或者意外弄死他吗？曾姐，我劝你千万不能这么想。你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的位置，扎根在了大城市，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是得之不易的，要好好珍惜。这一切你不能再搭回去了。娟姐，如果您是白小玲的话，您会怎么做？我会做一个完美的计划，想办法弄死你，把我的都拿回来，财产也不用分割了。要不然呢，我就会想尽办法把你打回原形，让你丢掉工作，身带名利，你不得不又回到一文不名、满是宗眼的生活里。要不然，我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不过你也别怕，你老婆又不是我。一般的女子怎么会跟我一样？知道我为什么帮你吗？你以为你很帅吗？比你帅、比你年轻的人还挺多的。我选你是因为你像我，你愿意拼，愿意舍弃，这一点跟我很像。我跟你说过我之前的婚姻吧？之所以告诉你这些，就是想要你明白，你选择跟白小玲结婚，这是个好决定。但是有一点，你要非常清楚，这场婚姻里，你必须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娟姐，其实我是想，你是想成功，所以你更要特别的理性。你想让白小玲相信你，你不能靠顺从，你必须要胜过她。你越强大，越果断，越不拖泥带水，她越是欣赏。真的会这样吗？那些欣赏你的人，变成了你身边的人，那是他们倒霉。大多数的成功是给那些不能跟你一起分享的人去远观的。
薇和曾杰不可能没有关系，你找到他一定能问出一些事情来。怎么着？之前又不是没找过。你仔细想一想，咱们俩见到刘薇那天有什么线索？你真行，我就知道你要从这儿下手。对呀，他手里拿着一杯奶茶，灰色的杯子，蓝色的盖子，橙色的吸管，杯子里还挺满，说明刚喝没几口。往回走200米内必能找到奶茶店。我跟店员问问他的情况，说不定就能找到他了。这么点小事，还能难倒我？大贵，你确实有点分析能力。确定了跟他去旅游，换个环境，换个心情，我也想跟他做个了结了。我自己酿成的错，该我来解决。我的女儿跟我一样，就是不服输。输就是输，我是输了之后，要把场子找回来。这就是不服输啊！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呢？没底儿，你咋个过来了？过来说一声噻！你那么忙，我去找你噻。废话，你最近是不是躲着我？我躲你干啥子嘛？我生病了，我发烧了，不信你摸，还在烧。烧哪儿啊？我昨天晚上发的烧，今早刚退。我手机忘记充电了，哎呦，我现在还病巴巴的，我再去躺一下嘛啊！茶水还热着，躺哪儿去了？你别跟我装啊！我就问你一个事儿，杨胜辉最近有找过你没有？没得。联系呢？也没得。不是真的没得，爪子嘛，我没骗你噻。再说，杨振辉要是没找我，那不是好事吗？是不是？咋个了嘛？脸色这么难看？我也不知道。最近总有莫名其妙的人冒出来。哎呀，你别给我装了啊！跟我有什么可装的？我没得装，我那天看到我妹儿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真的，我骗你做啥子？就在这儿，我那天就坐在这儿，我看到我妹儿，她就搁那儿。他坐着，你眼花了吧你？咋个可能啊？他就在那儿冲着我笑。你是不是喝多了？这早上起来喝啥子酒嘛？啊，故意说这个给我听。哪有？这房子打算什么时候重新盖啊？快喽。行，到时候钱不够了，我肯定尽力帮你。但是你给我记着，要是有人再找你，你必须得告诉我。没得问题，啥子事情都听你的。
相比1990年，现在的刑侦手段得到了很大的进步，新的技术同样层出不穷。随着刑侦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命案必破的守则正被万千基层警察以热血与性命坚持实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者无论逃往何处，都难逃法律的制裁。这起康氏碎木机杀人案，造成了康氏历史上第一起被侦破的没有尸体的误杀案。仔细看看，你认识他们？你到底找我做什么？你认识他，对吧？不认识。而且就算认识又怎么了？曾杰，我突然想起一个人。什么人？刘威。别个都是来查林芳咋个死的，我就会想尽办法把你打回原形，让你丢掉工作，身败名裂，你不得不又回到一文不名、满是尊严的生活。你知道，连老汉的命你都不在乎，你还在乎啥子？啥子也挡不住你。曾大师，80万现金，你应该很快能准备好吧？专门算了一下，80万现金有多少，才准备这个箱子的。现在你也有不少钱了，准备做什么？以前我做直播的时候，来过一个大哥给我刷了不少礼物，其实也不多。对于我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小主播来说，是非常震惊的。不过没过多久他就不消费了，告诉我他创业失败没钱了。他给了我一个忠告，说如果我能赚到一大笔钱，只要我不去乱投资、乱创业什么的，就能过得很安稳。我会先奢侈一下，去旅游，头等舱5星级酒店那种，然后好好想想我要做什么。但不管做什么，我都要和我过去的生活彻底再见，重新开始，全新的开始。所以，我要谢谢你，我真的好喜欢你啊，但是我更想要未来。像你这种为了钱就可以和男人上床，还敲诈勒索的垃圾，也没有未来。曾大师，别这么不体面嘛！啊！你也配体面？我不配，我当然不配。我现在龌龊就是为了以后能体面啊！曾大师啊，你跟你老婆结婚就体面了？你不是为了她的钱啊？她不是为了钱算计着跟你离婚？你有什么可看不起我的呀？算了吧，大家一样烂。80万现金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别为了这点钱不体面嘛。好歹我们也是相互喜欢过的。滚！别再让我看见你。今天之前认识的所有人，我都不希望再看到。
老婆去旅行呗，好歹你也演2天好老公嘛。演不下去了，太累，太疲惫了。你看我干什么？你想离婚就离婚，别看我，我早就说过了，就算你离婚，我也不会跟你结婚的。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是最轻松的。那是因为我不会像要求老公一样要求你，也不会像要求男朋友一样要求你。当一个女人没有要求的时候，男人当然轻松了。只是我现在也不适合离婚。你能不能跟我聊点别的？你觉得跟我聊你要不要离婚合适吗？我挺想让我的生活能重新开始。那我祝你成功。不过别带上我，我的生活一直都挺好的，跟你分手之后也会很好。分手？差不多了吧？我跟你在一起这几年，很了解你，你跟我爸一样，都只在乎自己，自私自利。其实我早厌烦，不过我一直在忍。看看现在的你，跟我见面10次，有10次都在跟我抱怨你的婚姻、你的生活，一点都没有意思。你让我觉得轻松，我让你觉得轻松，我们就还能处。现在你让我觉得不轻松了，就该结束了。你带你老婆去旅行吧，换个心情。回来想离婚就离婚，不想离婚就换个别的女生勾搭。总之，我不想玩了。聊2句就要分手，这么随便的吗？我们在一起，不是更随便吗？对，别留我，留你就不帅了。娟姐，娟姐，那你就是放不下的。谁没年轻过呀？你现在还年轻吗？初恋嘛，总是让人记忆犹新。你笑什么？哪有什么初恋啊，就是个初恋。哎，姐，我跟你说啊，我大学军训的时候，第一次见白小玲，当时给我们所有人都迷住了。哎，我们很快就把白小玲的家庭背景大家给打听清楚了，国土白富美。我知道我肯定是配不上她呀。哎呀，那个时候我就看在她宿舍周围成天晃那帮男孩，我跟人一比，我没钱，长得丑，肯定没戏呀。当时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变得强大，必须考研，本科毕业以后
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律所的合伙人。这么说，白小玲就是你人生路上的贵人？还真是，要不是她，我没准就跟大学当时有些同学似的，混日子、摆烂，现在不知道在哪个小律所打工人呢。我跟你说，我大学那几年我真玩命，我每天晚上都熬夜看书、看卷宗、看案例，饿了我就咬几口馒头，累了呢就看一眼白小玲。只要看着她，浑身充满了力量。他上大学的时候也在图书馆看书，还能在图书馆吗？来，看这个。啊，望梅止渴呀。这旁边的账是什么意思啊？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阈值，像白小玲这么出色的女孩吧，她不可能不谈恋爱，这么多人盯着呢，她也难免不瞎几回眼。但是很大概率啊，她瞎眼也瞎不到我身上，是吧？所以说我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我就告诉自己，给白小玲3次机会。什么意思？他允许白小玲谈3次恋爱。这么卑微的吗？你懂什么啊？那要超过3次怎么办？那他会再给白小玲1次机会。这么没有尊严啊！以后还会给他机会，一次次的给下去。他一共谈了几次啊？照片上不是有记录？叶哥，真爱。10年后，我成了律所的合伙人，她呢，嫁给了曾杰。你这么多年没有结婚，不会一直惦记他吧？哎，不，惦记肯定是惦记啊，但这跟我结不结婚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现在就算是离了，我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啊，这跟他现在坐轮椅也一点关系都没有。白小玲只是他的精神寄托，他的乌托邦。他以前不好的时候，白小玲的存在对他来说就是刺激和激励。现在他好了，白小玲的存在就是遗憾。弥补遗憾有很多种方式。你现在不缺女人，你缺的就是白小玲对你的态度。哪怕是她现在已经残疾了，哪怕是她不承认她当初的选择是错的。我们女人呢，年轻的时候就想找一个能够保护我们、有钱还能宠我们的英雄。成熟之后就会变得悲悯，圣母心泛滥。小女孩好骗，成熟女人通透，就像你们男人一样。男人年轻的时候多半找不到同甘共苦的女友，有钱之后呢，个个都感觉自己是救世主。年轻的男孩蠢，像你这样的大叔坏。哎呦呦，哎，我挺好的啊，我挺好的。来吧，干杯。还行还行。你呢？我你为什么要帮白小玲呢？你又不喜欢她，你是做视频的，你为什么要干这个？这样能挣多少钱？没多少，勉强能养得活自己吧。收入不稳定，最近因为查这个事情一直没空更新，就没有收入了。之前我是以为我的前女友被曾杰给杀害了，结果发现他一点事儿都没有。后来我慢慢查着，我就发现了越来越多曾杰的秘密，就当是我职业病犯了吧。现在嘛，我想帮助白小玲，因为我觉得她挺不幸的。就算是她坐在轮椅上，也比你有钱，你还好意思觉得她不幸？姐，金玉良言。今天我找你们来吃这个饭，就是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要帮白小玲？我这个人呢，其实还挺想听八卦的，但我已经买了，你们2个人慢慢喝吧。哎，我先走了，谢谢啊。哎，这酒贵吗？怎么喝着一点也不涩啊？还行吧，波尔多名庄，1瓶小1万块钱。疯了吧？
嚯！天哪！哎，这怎么跟娟姐聊完以后，心里反而堵得慌？说你穷不踏实了吧？不是，娟姐比我们更了解曾杰，但一整晚她不仅对曾杰的品行闭口不提，反而更像是在试探我。照这么看下去，我更觉得她会对白小玲下手。去山里旅游，白小玲还坐个轮椅，这要出点什么事儿，就非常合情理。对呀，得拦着她，不能让她去。你不觉得白小玲根本就是自己要去的啊？道理跟她说了，曾杰的林林总总也告诉她了，没用了。我想想啊，你有什么办法没有？我跟着她去，就这么定。我没法一直跟着她。你跟着他去，反正青城山不远，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个电话，2个小时我准到啊。这样啊，这次呢，产生一切的费用都由我来付，这个卡里的钱绝对够，密码061011。这怎么好意思用你的钱来好意思？06多少来着？1011。白小玲学上这儿，好哇。你是真喜欢呀！好看吗？特别好看。你还带了这个？对啊。好久都没带了，床上那几件衣服，你觉得我穿哪个好？穿什么都好，不行，咱就都带着。就去2天也没时间换，你帮我选一件吧。这件怎么样？好啊。行李在客厅，我都收拾好了。你还有什么要带的吗？这房间还满意吗？挺好的，辛苦老公了。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把红色的行李箱打开？哦，好的。左边挡板上的拉链拉开，那把水果刀麻烦给我。哇，这刀好帅啊！这把刀是我老公出国时买的，特别好用。他爱干净。谢谢。老公，哎，刚才开进来的时候，路边有当地人拉车卖猕猴桃的，你不是喜欢吃吗？想吃了吧？我去买点。好啊。这玩意儿你还没扔啊？还有你留在我家的几件衣服都没扔。我先说好了啊，咱俩是不可能复合的。放心吧，我来就是想问清楚一些事情，问完了我就走，绝对不会再打扰你。你最好是，
我换号还是有点麻烦的。啊，不会不会，以后绝对不找你了。问吧。去年你跟我分手是因为一个曾老师，对吧？什么曾老师？谁是曾老师？去年你去蛋苗学做了一个陶艺盘子，不就是曾老师教你的？我在蛋苗上过一节体验课，想学学陶艺嘛，但我哪知道老师姓什么？他还教会了你什么是宗眼。对啊，我去蛋苗问过了，没有人会提宗眼，会在意宗眼的应该只有曾老师，没有其他的老师，只有曾老师会在意宗眼。曾老师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经常会说要追求完美，追求趋于完美。小薇，我真的不怪你任何事情，我只是想搞清楚真相。我从来不介意你之前骗过我的事。杨正辉，你说清楚，我骗你什么了？你真的没有骗过我吗？唐薇，我叫刘薇好多年了，我认识你之前就叫刘薇，这不叫骗你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揪着我不放，但是杨正辉，我根本就不认识你说的什么曾杰，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你怎么知道他叫曾杰？你刚刚自己说的。我刚刚一直说的是曾老师，我故意没有说曾杰的名字。哼，我本来是想给你留点面子的，你非要把这个事翻出来。行吧，我认识曾杰，不但认识，我还跟他好了。不过杨正辉，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可没有绿过你啊，咱俩本来就是随便在一起、随便认识的，根本就没有打算长久。我认识曾杰之后，觉得他很好、很不错，是我喜欢的，而且他还很有钱、有才华，让我可以仰视他。我就是喜欢他，所以跟你分手了。杨正辉，我是正式跟你分手后才跟他在一起的啊。对，你给我发了一条信息，非常正式。这不正式吗？然后呢？什么然后啊？你跟曾杰分手了呀，他有老婆的。他没有缠着你吗？一个已婚男人，他有什么脸纠缠我？那你后来为什么要搬家、消失、换号码？因为我觉得我过去的人生实在是糟透了。我都在做什么？我遇到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杨正辉，其实你还可以了，真的。只是你一无所有，我跟你也没有未来。我想重新开始，把过去的一切都忘记，都断掉。我不想再和自己糟糕的过去有任何的关联。你能理解我吗？我接个电话，稍等我一下。喂，大辉辉，在忙吗？我想跟你说件事情。你说。我方便。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跟你说了，只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不是什么好事。准确的说，是件我的丑事。只是我没想到的是，和你有关。跟我？对，很早以前我就想跟你说了。我认识刘薇，刘薇也认识我先生，他们之间还有过关系。前2年，我和我先生就有些难以交流了，我动了离婚的打算，因为我家经济条件好过他，如果离婚，我会有很大的损失。我知道我先生
在外面经常和别的女生有接触，但是我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所以这个人肯定可以吗？老板说没问题，按你的要求，长得挺好，气质也不错，反正就是想赚钱，你活得出去，愿意走。他是做什么的？一个小网红、小主播，没多少粉丝，这些年轻女孩也都无所谓的。放心，拿了钱我会好好做事的。通过别人介绍，我见到了刘薇，付给了他定金，告诉他怎么能更好的接近曾洁，吸引曾洁。什么是综艺？什么是综艺？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无关紧要的瑕疵，就像橘子皮上的小孔，针眼大小。普通人根本不会在意，但对于有些人，就会难以忍受。我一直都想把它砸了，还得谢谢你了。看来他真的了解。你说什么？他很成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委托。给。讲清了，你走吧。但是，我没想到他会那么有心机，拿了我的钱，反过来又敲诈了我老公一笔。曾洁啊，我觉得有件东西你应该看一下，是你和刘薇的。我也有个东西，也是你和刘薇的。替人办事要钱是天经地义，凭什么不能拿？你要我做的我都已经做到了，你还盯着我不放，到底要干嘛？你放过我，我就跟你们撕到底，看是你们受不了，还是我受不了。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离婚，说是这样很光彩吗？你只要放过我，我立刻消失。我本来就是要消失的，你们以后都不会再看见我，我也不想再看见现在的我。我当时气得快要发疯了，但好在我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因为我想明白了，我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有别人羡慕的家庭和外表，然而婚姻却如此失败，应该就是有得就有失吧。因为刘薇的事情，我和曾洁直接谈了一次，我们约定了，以后谁都不要再谈及这段恶心龌龊的经历，尝试着看看我们的婚姻是否还能继续。之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经历了曾洁工作室失火，遭遇了车祸残疾，1年而已，我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大富贵，你和张野跟我讲的曾洁的事情，其实有些我早就知道的。我不愿意承认，是因为我想给自己留一点点颜面。这次曾洁带我出来，其实也是我们想尝试看看，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很感谢你和张野替我担心。我想了很久给你打这个电话，因为我觉得我不该向你隐瞒刘薇的事情。虽然你们已经分手，其实你们分手也是好事，这样的女孩配不上你。不存在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我又算什么呢？小薇她毕竟是一个美女，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而已。我很想有你这个朋友，但是我做过的那些肮脏的事情，让我觉得我不配当你的朋友。啊，你别这么说，别这么说。白小玲，你其实挺善良的，真的。你可以因为刘薇的事情怪我，你骂我都可以。
不会的，我不会怪你的。同样的，我也不会去怪小薇。我有什么资格呢？魏小玲，你要是还当我是朋友的话，你就听我一次。大灰灰，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出来旅行，但是我已经到了。你说什么？你现在在哪个地方？哪个酒店？过几天见。喂。哎。青城山大大小小的酒店民宿，还有些不定期开放给游客住的地方，一共有131家。500以下的剔除，没有套房的剔除，不够平坦轮椅通过困难的也剔除，装修过于浮夸土气的剔除，剩下的也就10来家。白小玲和曾洁要选，肯定选比较好也比较贵的，基本就在这个小范围内，很容易查出来住哪儿。这活儿轻松吧？李 Sir， 德兄。你没事吧？这么萎靡不振的？没事，最近所里太忙了。啊，你接着说，我听着呢。说到哪儿了？啊，白小玲要找的酒店你都分析出来了，可以啊。这都是小范围的，我已经筛选过了，这3家最有可能，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在这儿。嗯，哎，不对，你要干嘛？我去那儿旅游。正好发现朋友也在那玩，约着碰个面吃个饭，这很合理吧？是挺合理的，但怎么觉得有点怪？大哥，我做事你就那么不放心啊？不是不放心，这是谨慎。谁知道你会不会又惹什么乱子？那我也要去。去了之后呢？放心吧，绝对合理合法。我去那几家停车场看看曾洁的车在不在不就好。行，那你去吧。到了之后跟我说一声。跟你说了也没用，你能帮我监控曾洁啊？肯定不行。哎，真希望没事儿啊。能有什么事儿？白小玲今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总觉得她好像也觉得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哎，如果你是曾洁，你要杀害白小玲，你会怎么做？白小玲是个残疾，我可能会制造一场意外，比如坠崖或者落水。这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我也不希望，你不希望，你也不干点活。我干什么活啊？我不能把曾洁抓了吧？开玩笑呢。哎，那个白小玲电话跟你说什么？不告诉你。他跟我说刘威了。刘威？他认识刘威？他认识，曾洁也认识。其实曾洁就是因为白小玲才认识的刘威。啊？你别啊！我也很震惊。之前我所有的逻辑分析推断都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你看我干嘛？接着说呀。真相背后真的全是逻辑。我准备去餐厅拿点点心和咖啡，想在这儿吃还是车上吃啊？车上吃吧。我好了，走吧。昨天睡得好不好？很好。到了这儿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放松。今天要去的地方我都查过了，你都能去，而且也不会太累。我有什么累的呀？一直坐着，你别太累就好。
这个是我们认识后你第一个生日的时候我送你的。是啊，我也就只有这一条围巾了。回去之后我再给你买一条。大艺术家怎么能只有一条围巾呢？我平时戴的也少，一条就够了。再说，这是结婚前你送的，意义不一样。往前走走，我想离江近一点。来吧。你要是累了，吃完饭我们就回去休息吧。我一点都不累，你累吗？我也不累。还是这边吧，这个角度拍你好看。嗯。你好久都没用过这台相机了吧？我记得你一直都不喜欢用手机拍照。手机是方便，那是没景深啊。哎，晚上咱们吃柴火鸡怎么样？离住的地方不远，有家店评价还不错。回酒店叫送餐吧，你肯定累了，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晚上你可以喝点酒。喝这么急，高兴吗？还来？来，喝第3杯。问你个人，陈雨禾是谁？我同事啊，陈副院的女儿，你们见过的。前年学院院庆晚宴的时候，她不是还跟你打招呼去了？你跟他多久了？她只是我的同事。说实话呗，在我车祸前还是车祸后？曾杰，别不好意思，不要脸的事你干的还少吗？我能直接问你，肯定就是确认过了。她只是我的同事，陈副院的女儿。你跟陈雨禾又是图什么？图她年轻，还是图她是你领导的女儿？你领导很开放啊，居然能受得了自己的女儿给别人做小三。你打算跟我离婚，跟她在一起吗？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是那种人？怎么不可能？你跟我结婚不就是因为我家有钱？你还惺惺作态，装出一副艺术家的样子，还要跟我签什么婚前协议，让我相信你根本不在意我爸的财产。你喝多了，3杯啤酒不至于喝多。曾姐，你承认不承认？结婚后你就是在一直掏空我家的财产，你挺厉害呀。有人指点过你吧？莫名其妙。怎么莫名其妙了？指点你的人不就是娟姐吗？娟姐你不会不记得吧？娟姐总不能又是你的同事。曾姐，我真是没想到，我老公居然还跟富婆谈过呢。你吃软饭是早就打好优良基础了。白小玲，你说话的时候把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娟姐她就是我的一个客户，以前的客户。
他买过我的画，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过我。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我跟你一样清楚。他给你钱，还带你去日本治胃病，他还教你怎么对付我。曾杰，别遮遮掩掩，你要是承认自己的过去，我还觉得你有点骨气。再说了，也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吃大姐赏的饭。白小玲，你要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都坐轮椅了，我能干什么？那你刚刚提这些，你要干什么？我只是想知道，我现在对你来说算什么？我会不会像林芳一样？林芳是死在你面前的吧？你放心，连林珊都没把你当成杀他妹妹的凶手，我更不会。曾杰，我知道你已经不想跟我继续这段婚姻了。你是忍受不了宗衍的人，又怎么可能忍受一段不完美的婚姻呢？我已经是你完美人生中醒目的宗衍了。啊，是趋于完美，你追求的是趋于完美的人生。白小玲，直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你去死。怎么样？风平浪静吧？暗潮汹涌。你现在住着1、2千的酒店，然后泡着澡享受着，我怎么感觉你一点不紧张呢？这不是有张野赞助吗？要我自己怎么会这么豪奢啊？怎么找到曾杰和白小玲了？废话，我一大早就来了。这要找不到的话，岂不是侮辱我的专业？他们啊住的酒店就是我昨天分析的第一家。行，你分析的准确。我今天上午啊到了现在的停车场去看了一圈。曾杰的车没在，不过这停车场里也没多少车，大多游客都已经把车开出去了。哎，我给我姐和我姐夫送东西，他们说晚上才回来，刚开车出去。你姐是？就是坐着个轮椅的。哦，是的，他们刚出去也不到半个小时，你姐夫开车带他走的。好嘞，谢谢啊。没事。哎，那他们有没有说他们是去山上啊，还是去江边啊？他们先去的江边溜达，我隔得远。他们好像也没太多沟通，大概30、40分钟吧，曾杰就推着白小玲走了。我悄悄地跟着，他们也不着急，所以车开得很慢。我猜测曾杰是不是要搞一起车祸？不过现在旅游公路上都有监控，再加上车祸可能把他自己给伤了，他也不敢明目张胆。曾杰他们去了一家餐馆，我没敢跟进去，就在车里啃了个面包。不过那家饭馆应该不错，曾杰应该是专门查了攻略，专门去吃的。哎。你吃什么呢？哦，我食堂打的饭，今儿值班。你继续说，你讲讲他们吃完饭去哪儿了？嚯，那可厉害了！曾杰带着白小玲去爬山了。不是，推着轮椅爬山啊？坐缆车上去了，到了山上找一个可以推轮椅的地方晃悠了一会儿。曾杰还给白小玲拍了几张照。哎，曾杰那相机不错，应该挺值钱的。哎，人家是艺术家呀。得了吧，他就是个做陶瓷的，他又不是摄影师，能弄清焦段就算他厉害了。他俩在山上待的时间挺长，我猜测曾杰是要搞个意外让白小玲坠崖。好在山上的游客人来人往的很多，他更不敢明目张胆。你这想象力有点太明目张胆了吧？你现在是不是见到曾杰就觉得他要杀人？我不就是怕曾杰对白小玲动手才跟来的吗？我真服了你。你值班吧，我还要给本次丁少行动的赞助商汇报一下今日行程呢。曾杰怂了，你信不信当初林芳的死跟曾杰有关？信的。那你觉得曾杰会怂？不一样，以前的曾杰啊，一无所有，拼就拼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现在呢，名利双全，做什么事都有顾虑了。那他带白小玲来旅游图什么？你真信曾杰是为了修复关系啊？
明天我接着跟着。曾杰要是想对白小玲下手，他就一定不会怂。他们今天去的地方，大多都特别适合制造意外。我觉得明后天啊，曾杰主要是挑那些合适的地方。那你得盯紧他呀。可我离不了太近啊。我给你派2个人过去吧。这样也好。行，明天一早我就让他们过去啊。里边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先生，不好意思啊，里边有点小事。别闹了，这是挂上警戒线还小事？哎，真的是小事。警察例行检查。你别骗我了，这房间住的人我认识，我得进去。这，你跟他们是一起？对，这里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称呼？杨振辉。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不，朋友，我是白小玲的朋友。白小玲到底有没有事儿？是不是曾杰伤害她了？你呀，先回去换身衣服，咱们下去好好聊一下。这里边到底怎么了？喂，什么情况？你看见人了吗？我现在马上过去。这样，你现在去哪个公安局，你就把那儿的地址发给我，好吧？你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定位发给我，好吧？我1个小时就到啊。你快点啊！那个，对，亲爱的，我有急事，我先走啊。你什么意思啊？别动！没事。喂，怎么了？你别着急啊，我马上过去。哎，警官，你能不能告诉我朋友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想问你，你刚才说你和他是朋友关系，但是他们两个的关系是夫妻，所以这里边……我是白小玲的朋友。白小玲跟她丈夫曾杰的关系极其复杂，准确的说，他们这次旅游很可能就是曾杰计划要杀害白小玲。我跟过来就是防止他们会出意外，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呀。警官，你能不能告诉我，白小玲到底怎么样了？她去医院了。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跟着他来这儿，就是怕曾杰对他动手？这不是已经动手了吗？我是真没想到曾杰这个玩意儿能在酒店房间直接就下手啊！你别急，你别急啊。王队，他是草荣的警察。草荣分局刑警1队李德。王岳峰，青城分局刑警2队队长。幸会。王队，我这次来是跟你商量一下，白小玲和曾杰这案子我已经调查很久了，我请求可以移交到草荣来处理，我可以帮忙负责。我估计啊，你就是冲这事儿来的。案子发生在我们这儿，按原则来讲呢，这就是我们的案子。你如果想跟没问题，你得跟上级申请联合办案，你不能直接从这儿拿走啊。是的，是的，我知道规矩。李德，行。申请的事儿啊，我来办，啊！既然你跟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就联合办案。您认识我？这警号是你爸的吧？
你认识我爸爸？不认识，但是我跟你哥呀，大学一个宿舍，510110，他就刻在墙上，4年，我看着怎么也记住了。唉，你跟你哥不太像，但是又像。聊聊案子。哎，两位大哥，我能听吧？救护车什么时候到？你们把我带回草荣了？对，昨晚你在案发现场昏迷了，我们连夜转运回来的。因为你的律师强烈要求你回草荣医治。我律师张野。你还有其他律师吗？白小玲。曾杰呢？根据医生的检验报告，你的头部没有任何受伤痕迹，所以当时发生的事你都记着呢吧？历历在目。是你们问，还是我自己说？你自己先说说吧。曾杰是我先生，我们这次是提前计划好去旅行的。我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所以整个旅程都是曾杰安排的。我们开车去，他订了酒店，想好了要去玩的地方。我因为坐轮椅，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门了，所以我很开心。但到了青城山，开车出去玩了之后，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哪里不对？其实前几天，我朋友就劝我不要去的。他们觉得曾杰想要对我不利。你朋友是谁？一个视频博主叫大灰灰。你说的是他们，还有谁？张野。大灰灰和张野在调查曾杰，发现了一些他的事情，所以他们认定，如果我去旅行，会有危险。先讲讲旅游时候的事吧。你是怎么觉得就不对劲的？我和曾杰的婚姻关系出了一些问题，我以为他是想去修复关系的。但昨天上午，他带我去江边，我突然觉得他好像要把我推到江里去，制造意外。我来。他有什么具体的行为让你觉得？他选了一段比较陡的路，把我推得离江边很近。我当时吓坏了，又不敢说什么，只能说些好听的话。这是我们认识之后，你第一个生日的时候我送你的。是啊，我不就这一条围巾吗？回去之后我再给你买一条。大艺术家怎么能只有一条围巾呢？这是结婚前你送给我的，意义不一样啊。幸好当时江边还有不少游客，有人离得很近还在拍照。待了一会儿，我借口有点冷就离开了那儿。吃完午饭，他又带我上山，有一段山崖很高，他说要给我拍照，还把我推到离悬崖很近的地方。再给我拍几张吧。好啊。下山的时候，我的手都是抖的，又不敢说什么。
回酒店的路上，我想明白了，曾杰不是来跟我修复关系的，他可能就是想让我从他的生活里彻底消失。没有比制造意外更简单的方法了。我意识到，就算他不下手，第二天还是会选新的地方。所以回到酒店，我直接跟他吵了起来。吵了什么？我是个残疾，你们觉得曾姐在外面不会有别的人吗？如果我死了，她的生活会更好。离婚不能解决问题？他是个艺术家，抛弃糟糠会影响名誉，意外死亡对他最好。说不定他还会做一件悼念亡妻的作品，留下一个款款深情的人设。在当晚你们吵架的时候，你直接说这句话了。我只是告诉他，他的那些破事我全都已经清楚了，捅破这层窗户纸，大家都别演了，好聚好散吧。问你个人，陈永和是谁？娟姐你不会不记得吧？娟姐总不能又是你的同事。曾杰，我真是没想到，我老公居然还跟富婆谈过呢。你吃软饭是早就打好优良基础了。他气急败坏地和我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他又暴怒了，拿起刀就冲我挥了过来。你要不想过，咱们都别过。曾杰，你居然敢拿刀对着我！我挡了一下，手被斩了，他又冲过来，他好像被餐车绊了一下，没站稳，刀刺到我肩后掉下来了。刀掉在我身边，我吓坏了，拿起刀就冲他挥了几下。好像扎到他了，好像扎到他了。你扎了他几次？2、3次，3、4下，太乱了，我记不清了。曾杰呢？先回答我的问题，刀从哪儿来的？是我家里的水果刀。家里用这么危险的水果刀？前几年出国旅行时，曾杰买的。他搞艺术的，经常会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把刀很好用，我在家经常用的。出去玩还带了一把刀？曾杰带去的。开始我还觉得奇怪，他说酒店的刀不卫生。警官，曾杰到底怎么样了？他是不是已经？
儿子，你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那个婆娘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赶紧跟她把婚离了，重新找个姑娘，生个孩子，趁着妈的身体好，还可以帮你带几年。你急到连老汉的命你都不在乎，你还在乎啥事？啥事也挡不住你。想成功嘛，总得一步一步来。没得事，都会过去的，以后都会好嘞。对不起，小芳，对不起，我就这么一个门儿啊，没给彩礼就算了，他才给你1年多哎，我还指望你过上好日子带上他嘞。曾老师，谢谢你帮助过我，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正是因为有像你这么优秀的人在我身边，我才有更加努力的动力。只是现在的我没有办法喜欢一个人。如果我也能走进去，烧得过去所有不好的回忆，无与伦比的走出来，该多好！那你可过得真苦啊，曾教授。不过幸好还有我能给你慰藉。不过，虽然我真的很喜欢你，但是我不会把青春都给你的。曾姐，我从来没有被人这么欺骗过，没有被人这么背叛过，我从来没有这么憎恨过一个人。那是我第一次喝酒，很快就醉倒了。当时我周围是乱七八糟的画架，画上是歪七扭八的线条，可我就看着那些笨拙的笔触，一点点活了。画上了雨，云撞上风，风吹落雨，雨写成火，和光同尘，长木目中无人。所以我是杀人了。是的，你杀人了，但最终还要等法院的审判。别等了，现在就判吧。我的婚姻早就死了，我去年做成轮椅，我的人生也等于死了。杀人偿命，早点枪毙我吧，我也就解脱了。你如果真违法了，法律不会轻易放过一个坏人。但是如果你是无辜的，法律也不会随便的冤枉一个好人。你冷静一点。你看我像不冷静的样子吗？不用问了，我认罪，是我杀的曾杰。白小玲，你好好回答问题。目前这个情况，我们不排除有一种可能是你在被动的情况下造成了曾杰的死亡。我们需要的是真相。有罪的人不可能逍遥法外，同样，没罪的人也不会误判。不存在什么误判，
也没有什么主动被动，房间里只有我和曾杰，他死了就是我杀的。如果是我死了，那就是他杀的。如果现在死的人是我，你们还会觉得曾杰是无罪的吗？早点枪毙我吧！我说了，我的人生已经死了。白小玲，你要对你的生命负责。难道我要痛哭流涕对你们说，我是冤枉的，我没有杀人，才算对自己负责吗？不，我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我已经想清楚了。怎么了你？报了那么多案子，真没见过这样的，连替自己辩护一句都不肯。防卫过当？不是，怎么可能是防卫过当的？是这样啊，我的当事人出过车祸，一个站不起来的柔弱的女子面对一个健硕且健全的男子，她能防卫已经是奇迹了，她怎么可能防卫过当呢？立德，在白小玲去旅游之前，我就多次跟你说过，曾杰可能会对她下手。现在曾杰咎由自取，你们怎么还怀疑白小玲了呢？大灰灰，你先别激动。哎，不是，你怎么混进来的？我是这样啊，我介绍一下，杨正辉，我的助理。啊？你以为我不认识他呀？不就是一个视频博主吗？什么时候成他助理了？现在呀，来，劳务合同，签个字儿，啊，我章提前盖好了。我们律所是非常讲规矩的，办所有的事情都要合法、合情、合理。名片呢，我都提前印好了。来，二位，来，你是光字旁的辉还是日字旁的辉呀？光字旁，光字旁。啊，您对，是吧？所以嘛，我们律所是很严谨的，很严谨。不好意思啊，咱们这儿不能抽烟。啊，我不抽，我这人吧，就好拿个范儿啊。有事儿说事儿呗，您摆什么谱啊？啊，是，说事儿啊，说事儿。曾杰呢，与我当事人婚姻存续期间啊，曾多次出轨，而且这个出轨对象繁多。您看啊，这儿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这个是我当事人啊，很早就收集到的证据，也曾经提出过离婚，但是我的当事人啊，太善良了，一直在纠结，对这个曾杰和这段婚姻还抱有一丝的幻想。但这个曾杰不一样啊，他是不想离婚的。为什么？因为他是靠着我当事人的家庭财富，过着远远超出自己经济实力的生活。最大的问题是，他很有可能成为离婚的失败者，所以我相信他有杀害白小玲的动机。只有这样，他才能将我当事人的财产占为己有。再说这个其次啊，去年的11月24号，这个曾杰位于水源村的工作室发生过火灾。当然，李警官，我相信您都了解过，对吧？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是我相信这个火灾是冲着我当事人来的。因为当这个曾杰得知了白小玲到3楼休息以后，他制造了火灾。他呢，自己却准备了全套的完善的逃生设备。但幸运的是啊，白小玲提前离开了现场，逃过一劫。这个呢？哎，这个虽然没有实质性证据，但它是个参考。火灾发生1个月以后，白小玲驾车发生了车祸，导致了残疾。但是巧了，前一天是曾杰替他做的汽车保养。白小玲给我看过他跟朋友的通话记录，车祸的原因就是刹车失灵。对呀，好好的车子刚保养完，怎么刹车就没了呀？
爽了，这些事儿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哎呀，所以说，咱们警察同志还是非常严谨的嘛。还有啊，还有那个林芳，林芳的案子和这个案子是两码事儿，并且目前还是处于推测的阶段。我只是建议啊，仅仅是建议。这个曾杰，你们得好好查查。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不是第一次杀人，很有可能是个惯犯。曾杰死了？对。那还真是可惜了，没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可问题现在是白小玲有一些麻烦，法院多半会判他防卫过当。他反正有的是钱，你让他请个律师帮他。有律师，但律师不是全能的呀。我是想，如果这个时候能把林芳的事情弄清楚了，多半会对这个案子有帮助的。你想让林珊去报案？如果是这样，那当然最好。我们先不说林珊她认不认这件事情，就算她认了，就算让她去，她要怎么说？你是想让她自首是吗？你想让她去，你就自己去找她吧。这件事情我做不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哎，意料之中。可是我去找林珊也中了，这么多年前的案子了，就算现在重新查出是曾杰，对现在的案子也没有什么帮助。是从逻辑上来说会没用的，是吧？我老赌是硬了的。哎，今天的糖哦咸得很，尝一下吧，尝一下。咋个样？来，吃菜，来，尝一下。我接过电话哦。喂，你是哪个？现在？这天都快黑了。你来草荣本来应该请你吃家大饭店，没想到忙这么晚。这家还行，今天凑合吃。工作期间啊，吃什么都无所谓。等这个案子结了，你得请我吃顿好的，到时候咱俩再喝点。喝一顿。当年呀，我跟你哥上大学的时候，有事儿没事就偷着跑出去喝顿酒，那才有意思。真的？我跟我哥都没喝过酒。没事，不是我哥，咱说案子。我倒是觉得有几个疑点。说说看。曾杰完全可以选择在江边或者悬崖上动手，而白小玲是在轮椅上，他选择一个危险的地方推一把，查起来会很难。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难判定到底是意外还是预谋。白小玲的证词说，曾杰第一天带他去的地方全都是景区，游客非常多，曾杰是没有机会下手。而且你看啊，杨振辉几乎把他们所有的行动路线全都拍成照片了。从他提供的照片来看，那游客确实是多。你别说曾杰了，你换成派我去，我都找不着机会下手。没错，但曾杰完全可以选择第2天或者是第3天，找一个人少方便的地方动手。他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他偏偏当晚迫不及待的要在酒店动手？所以你的意思是，曾杰从蓄谋杀人到临时行凶这个中间的环节缺少一个动机，这是我觉得最大的疑点。
我赞同。第二点呢，曾杰的检验报告出来了，一共被捅了3刀，一刀左肾，一刀肝，一刀肺。捅的也太准了吧！你给我一把刀，只是让我捅，我都捅不了这么准。就是因为这么准，我反倒觉得更像是偶然。你想，那白小玲学的专业又不是西医，她又不是职业杀手，她怎么可能刀刀致命？是啊，这力度也是惊人。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劲儿捅得那么深？一个正常人在情绪爆发状态下呢，但她不是啊，她是个残疾，而且还是个女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动静？所以我按你这个逻辑往下捋啊，会不会是有人帮助白小玲行凶？从现场勘查和监控调取，的确是没有其他人，而且凶器上也只有曾杰和白小玲2个人的指纹。我不觉得会有其他人，也相信人在危急的时刻会有惊人的力量。但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了吗？咱们就顺着这个，如果白小玲杀曾杰不是正当防卫，而是蓄意杀人，那她直接在家下毒不就好了？她一个柔弱女子，自己拿把刀去跟曾杰拼命，这胜算太低了吧，太草率了。而且你想，咱们平时判定一个案子，一定要看的就是疑犯的动机，还有更关键的是什么？是他的收益。白小玲死，受益最大的是谁？无疑是曾杰。白小玲一死，他家的钱可都是他的，他家的房子、车，那之前可都是在白小玲一个人的名下。反观白小玲呢，如果曾杰死，他能得到什么？房子、车、钱，那本来就是他的，只有一个动机：曾杰以前有出轨的行为，但他犯不上因为这点事儿就跟曾杰拼命。鱼死网破，然后给曾杰陪葬吧。咱们之前审他的时候，审讯情况、现场证据，都指向正当防卫。可他呢？他什么态度？他连辩解都懒得多说一句。从白小玲的状态来看，的确不像是故意杀。但我就是觉得不对劲。有疑问是好事，有疑问咱就接着查，但是。这中间有很多地方已经很明显了，咱就别自己给它复杂化了。那个白小玲那个律师张野，我贼看不上他，但是人家说的话是有道理的，都说得通，对吧？是。这白小玲啊，要说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这之后，我估计她还得看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我呀，是倾向于防卫过当，别太过。嗨，你要真觉得心里不踏实啊，咱们就再审他一次，把张野说的那些事全都了解清楚，然后再审一次，再去看看白小玲什么态度。是，肯定要再查的。喂？什么？谁？他怎么会来自首？大灰灰出事了，林珊给我留了个字条，说他去自首了。这几年嘛，我就经常想到我妹儿。我今天早上有看到她，她就坐在那个屋头里头，我们吃饭的桌子旁。他就跟我讲：“哥，吃饭了，哥，吃饭了。”我妈跟我老汉儿似的早，我就跟我妹儿相依为命，骨肉相连，血肉至亲的。我不能让我妹儿死的不明不白。感受到你对你妹的深情了。这才过了4年，你就想起来自首了？对噻。我当时确实也怀疑过曾杰，但是我妹儿对曾杰的那个感情真是没得讲，所以打我心里头我就把曾杰当作妹弟儿。
就没得再去怀疑他了。可是这4年，我就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不对劲。曾姐每次来找我，都给我塞钱，她要不是心虚，给我钱做啥子？哎，不过我是缺钱，这些年就一直帮她瞒到。这4年来，你跟曾杰要了不少钱了。对，但是也不对，是他给我的，我没得要。真的，我妹儿出事儿那天，曾杰拿钱来我这儿，说我养我妹妹这么长时间，妹妹现在没得了，那哪个来养我嘛？所以他说是孝敬我的。而且你晓得不？我妹儿跟他结婚的时候，分钱彩礼没得。真的，你是不晓得我妹儿长得那个怪哟，跟个明星似的。真的，分钱彩礼没得。曾杰这么主动？当然喽。真是意外啊，哥！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看我的作品都已经获奖了，很快就赚大钱。到时候好好孝敬你，哥，我好好孝敬你。你这么霸气！我还指望你赚钱，我妹儿的所有积蓄都给你了，我还指望你养我。哥，相信我，你看现在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你看我已经都留校了，我作品也拿奖了，那不很快就能赚到钱了吗？那你是怎么今儿就突然间想起来要大义灭亲的？大义灭亲？灭哪个？灭你妹夫。我呸！不是陪你啊，我是说啊，他抛弃我妹儿跟你有钱的女的结婚之后，跟我就不亲，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按照你说的是曾杰杀害了林芳，我们要是把曾杰给刷了，以后你跟谁要钱啊？我要啥子钱？那是他还我的钱，那就当他还我彩礼钱了。我看得上他的一点点钱。警察同志，哎，能吃个烟不？不抽烟的。喝口水也可以，水。你说你这事儿呢，4年前的事儿了。林芳的死亡证明还有户籍销注都是你去办的。你现在要自首包庇杀人，可现在除了口供什么都没有。林芳的尸体呢？法医鉴定看过没有？这就是我为啥子来自首的原因。曾杰这皮娃儿把我妹儿给买了。我妹儿现在在哪儿了？你给我带回来！我忘了呀，哥。我只敢把我妹儿扔到三哥哥里头。埋了，哥，埋了。我当时可他把一个人扔山里啊，哥。埋好了。埋哪儿了？不晓得。你说你连埋哪儿都不知道，就敢相信你妹是心脏病突发意外死亡？就是那个说了，郑姐当时撞得太像个人了，所以我就信了。后来我才晓得，郑姐跟那个有钱的女的结婚了之后，我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妹儿挡住她的财路了？这几年我就一直在想。就像你说的，我没得证据，无凭无据，我啷个说呢？我说啥子你们才会相信我噻？可是今天早上，我妹儿跟我说完吃饭后，她就跟我说：“哥，我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呀，你得替我做主。”我听完这个话。我就坐在院外头，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来不来？这不知道天黑了，我才来自首。
那你为什么来这儿自首？干嘛不直接去你们村里或者镇上的派出所？说话。曾杰在操纵啊，你们方便抓他噻。那你知道曾杰把林芳的尸体埋在哪儿了吗？具体我不晓得，但曾杰当时注册的公司应该有其入物。小故事变得挺紧凑了。张小红刚发消息给我，说灵山居然去自首。你不觉得奇怪？是挺奇怪的。曾杰刚出事，灵山就跑过来提林芳，他是怎么知道？是啊，他是怎么知道？怎么？你怀疑我啊？我不怀疑你，怀疑谁？在这个案子里，知道林山的人，也就是你和曾杰，不是你认为是曾杰，通不你啊？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先不说有没有意思，就说你有没有这动机。我肯定是有的呀。李警官呀，在白小玲去旅游之前，我已经无数次的提醒过白小玲会出事。大哥，现在出事的是曾杰。废话，曾杰要是不动手上，他能被反杀吗？你真的觉得他是反杀，是被动反击吗？我不用觉得，真相摆在那儿。这不是真相，这是表象。大龟，你是怎么了？你是被白小玲洗脑了吗？没错，你这些天一直在调查曾杰。曾杰之前做的很多事情，包括林芳在内，你的判断、调查和推断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曾杰的死明显有很多的疑问，你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我没有视而不见，我是讲逻辑的。逻辑也是有漏洞的，好吗？李德，在这个案子发生之前，你我都清楚曾杰不是个东西，白小玲是个受害者。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反而不坚定了呢？曾杰要带白小玲去旅游，你我都知道他要干什么。这个逻辑支点就足以支撑这个真相。首先，我要的是证据，在这个案子，证据、动机是最关键的。其次，我当然希望白小玲是正当防卫，因为我知道曾杰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但并不能因为他是坏人就可以不明不白的死去。最后，我是警察，你要的是逻辑，但我要的是公义。办案期间不能喝酒，就你事儿。那个，你给我透露透露呗，你明天和张野去找白小玲，准备聊什么？还能聊一些什么？就是让他别紧张，这个案子基本没什么变数，肯定是正当防卫了。现在要界定的就是防卫过当还是不过当。那我跟你说好啊，这个案子我肯定要继续查下去，把所有的疑点全部解决清楚。行，你科学严谨，你刚正不阿，你查呗。顺便跟你说个事儿，白小玲她现在啊，身心状况都不太好。能好才怪。是，换了谁碰到这种事儿，肯定都会情绪失控、心态消极的。我是担心她的身体状况会不会越来越差。应该没事，他挺坚强，查清楚就好。哎，冷静！办案期间不能喝酒。冷静。曾杰，曾杰，你听说了吗？还大学教授呢，还被包养过。天哪，还是女学生呢，衣冠禽兽啊！是不是你们学校的？哎，好像还家暴呢。哎，听说啊，还杀了前女友，天天出轨，渣男啊！啊，被捅死了吗？太可怕了！哎，这事儿果不其然在网上引起了讨论。现在什么博主啊、公众号啊、微博呀，都在转发这事儿。现在这个信息速率太快了，说不定这是好事儿。喂，谢谢你啊 ，Tracy。谢我？
谢谢你帮我说服灵山，没想到最后还是你帮了我。说服灵山，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昨天去自首，不是你劝的？我怎么可能？曾杰和林芳那些事，我从来不跟他聊。那怎么会啊？可他昨天确实去自首了，你没说？我还想问你呢。怎么可能呢？白小玲，有几个问题还需要你再回答一下。请问，去年11月份，曾杰工作室发生了一起火灾，你当时在场吧？可以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那是个意外，后来消防队都已经调查清楚了。炭盆点着了沙发上的毯子，当时工作室2楼没有人，烧着了蔓延开了，把整个工作室都烧光了。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大概是火灾前1个多小时吧。在发生火灾之前，你是不是跟曾杰还有他的同事说，你累了，想要去休息一下？对。曾杰是不是以为你当时正在工作室的3楼？我是回家了，得知失火后才赶过去的。在火灾之后的1个月啊，你发生了车祸，当时的情况还记得吗？记得。我约了郊区的大师，去给我生病的父亲祈福。路上，哎，你怎么一个人开车去了？你老公没陪你吗？他忙着呢。我好不容易约上大师给我爸祈福，等他时间不知道到哪天了。哎，你等我回来啊。到时候我们去按摩。行行。哎，怎么刹车踩着没反应了？不能啊，你是不是踩错了？怎么可能真没反应了？哎，你别着急，我现在马上走的那一段。怎么办？我现在速度很快，我怎么停下来啊？在出事之前，曾杰曾经带着那辆车去做过保养，对吗？对。白小玲，曾杰工作室的火灾和后来造成你残疾的车祸，你有没有想过，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联系的？问你话呢，你觉得会不会是？会不会是曾杰故意想杀了我，对不对？说实话，过去的1年，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我也从来不愿意这么去想。你是我丈夫，是我选择要共度一生的男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劝我不要选他，因为他家境贫寒，配不上我，因为他只是一个收入微薄的老师，一个赚不了多少钱的陶艺家。但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他。我用我家的钱给他做工作室，让他的才华得以展露。我不遗余力地资助他参加各种比赛，让他崭露头角。当别人叫他曾大师的时候，我无比骄傲。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他。我想把一切都给他。我知道他在外面有人，我安慰自己，只要他还愿意跟我在一起，我装作不知道就是了。到后来，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去年我想过离婚，但因为完全的信任，我没有做过任何婚前财产公证，那样离婚我实在不甘心。我甚至还想过，
抓到他出轨的证据，来打官司。先喝点水。是的，这2天我认真的想了之前发生的事情。工作室失火那晚，曾杰一定以为我说休息是去3楼休息了。他送朋友离开，失火的时候他甚至都不在2楼，他在窑炉那边忙活。等他发现失火上楼去找我的时候，如果我真的在3楼，他是已经被烧死了。当时我赶去现场，得知他戴着面罩裹着防火毯，我还觉得万幸。现在你们让我怎么觉得？普通人谁会随时准备这些东西？车祸也是，出发前我的车只有曾杰送去保养过，我不确定车有没有被动过手脚，但我可以确保的是，我不会犯油门刹车踩错的低级失误。我是跑过拉力赛的。是的，曾杰一直都想让我死。这次旅行，他就是想让我彻底的从他生活里消失。相比离婚，我死了他的收益会更大，连我的钱都是他的了。他对我真的是毫不留情啊。你的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了，现在就看法院那边怎么界定。至于是不是防卫过当，还需要进一步的研判。不过，如果曾杰是预谋杀人的话，在你们旅行的时候，曾杰选择在山崖或者是江边动手，应该会更容易。事发之后，他依然可以用意外来掩饰。你觉得他为什么会选择在房间动手？这样做的话，即使得逞了，也很难逃出法律的制裁。他有这么蠢吗？那天晚上我跟他摊牌，想说索性就离了吧，所以我把我知道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都说了出来。结果，他暴怒了，情绪失控了。你们可能不知道，曾杰情绪很容易失控，而且一直都有暴力倾向。我车祸之前，他就对我多次家暴；车祸之后，他也对我动过手。那你为什么一直不报警？当时我要脸。那时你要脸，现在曾杰死了，你才说他家暴你。好，就算是真的，我们查。那你知道现在我们去取证，那难度有多大吗？我有证据。我答应的事情肯定会做噻，我是讲信用的。好，那个尾款你啥子时候？只要你把证据和林芳的事情告诉警察，到时候我会联系你。现在曾杰死了，你才说他家暴你，我们怎么去帮你取证呢？我
有证据。你在自己家里装监控，拍这些？对，我说过，我想过要抓曾杰出轨的证据，所以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在自己家这么做，应该不犯法吧？所以说，曾杰在你出车祸之前就经常家暴你。结婚1年后就陆续开始有了。严格的说，很多时候是我找打。我也不是那种百依百顺的妻子，经常会惹怒他。我觉得曾杰有心理问题，他经常会容易失去理智的暴怒。每次我们争吵，基本都会发展到他对我动手。监控没声音，如果有的话，可能你们也会觉得我说的话很欠抽。但和他暴怒一样，我也控制不了自己在争吵的时候，会说出一些很伤害他的话。白小玲，你的视频，的确，你的视频这样看非常有说服力，但是是经过精心剪辑的。不剪辑的话，会有很多我特别狼狈的样子，有很多我衣着暴露的样子，还有我不化妆的素颜，这些没有必要留下吧。所以说，你收集曾杰对你家暴的证据，收集了1年多的时间。原本我是准备打离婚官司必要情况下再拿出来的。你说你最开始装监控是为了抓曾杰出轨的证据，他经常带人回家吗？我以前经常外出，不确定他会不会带回家，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很谨慎，从来都不会在家里做些什么。我就是好奇啊，抓出轨不应该把监控装在卧室吗？你怎么装在了客厅里？毕竟是我老公，他的喜好我还是知道的。他伤害了你，还伤害了更多人，你不希望揭穿他的所作所为吗？我们不能让其他人再被那种人渣伤害了，一起作证。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是能帮助到白小玲的。让我来作证，可我不想露面。之前我跟曾杰的那些事儿，我后悔还来不及。他的事儿，以后别再找我了。我早就不想再跟他有什么牵扯了，最多点蜡烛，放句话，摸一下他。这还是看在我是他学生的份上，能理解吧？难道说还要我当面缅怀他呀？是让你站出来告诉大家，曾杰是个败类，玩弄女性还私通杀妻。你缅怀他做啥子？你还真觉得他是好人呐？我又不是为他哭的，我只是在缅怀自己的青春，怎么会改成那样的人？死了？天哪！发誓真的会应验吗？老天有眼。不过跟渣男恋爱过的回忆，确实挺丢人的，我也不想再听。哎，这姑娘说的也没错，那我们就不打扰了。怎么着？给他们钱都不干？这不是钱的事儿，这几个女孩要么不想再牵扯进来，要么就觉得人都没了，这时候站出来也没必要了。难道就让曾杰干那些破事儿就这么烟消云散了？对，后面来了些记者，说要采访你。采访我？他们要问白小玲自卫杀了曾杰的案子。不是，这事儿记者怎么知道的？行。你去。喂，张局。网上的舆情非常严重，说这个曾杰搞婚外情，骗财骗色，他老婆都残疾了，还要把他杀了，都在骂他死有余辜。尽快把案子落实掉，要给民众一个交代。老冉，必须查清楚，不能出错。好的，放心。这几篇帖子在全网已经开始转发起来了。这叫好事不出门呐！哎，你看那个，已经有大 V 在发帖，不少人都开始转发了。行啊，会玩。
都下本了呀，都是你们人吧？哎，你来了，野哥出手阔绰，把整个网吧全都包下来。差不多行了啊，再停下来吧。停什么？你让他们发这些干嘛？杨志辉，我告诉你，目前这个案件还属于调查阶段。我影响你办案了？你这么做是在制造舆论。我陈述事实真相，怎么就成制造舆论了？你觉得这是真相吗？这不是真相，这只是你的推断。这怎么不是真相了？曾杰是不是跟过一个富婆？他的工作室是不是吃货股啊？他是不是诱骗过女学生？白小玲是不是出过车祸？杨正辉，你这么强烈倾向性的分析是会误导公众的。这不是误导，这是指明。李警官，这么明显的案子，你在怀疑什么呢？是不搞复杂了，你就显得自己不厉害了，是吗？大辉，咱俩也算是认识一段时间了，你觉得我是罔顾事实的人吗？这个案子明显是有疑点，我不可能视而不见。你要是想给白小玲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我也不可能视而不见。野哥他也不会视而不见。你们做这样的事儿，是站在什么立场，又有什么资格这么做？我本来就没有资格。至于野哥嘛，他不知情啊。睁眼说瞎话是吧？少赖是吧？行，我今儿告诉你，不管你们怎么搞，这个案子我肯定调查清楚。这东西你们是怎么弄来的？几位是？哦，行业大佬。什么行业？律师行业呀。不是说你是大佬吗？我就他就是个弟弟。是，别说草荣了，全省人家都是这个。不知道几位来找我是为了白小玲？白总呢是我们的雇主。白小玲什么时候找的你们？我说的白总是白小玲的父亲。那有何指教呢？既然现在你已经是白小玲的代理律师了，我觉得也就没有必要再换人了。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尽快决策，尽快开庭审理，尽快拿到一个结果。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想没用啊，得做才行。不过，我估计你跟你的那个小律所，做起这件事情来也很够呛。现在开始，我们来执行，我会安排好一切，你出面就行。你所需要的所有支持，我们都会给到你。哟，那荣幸啊！我向您学习。我没工夫教你，我安排好一切，到时候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种小案子，没必要整得太复杂。对，像这个对我们就很有利。它记录了1年半以来曾杰的11次家暴，这还剪辑成了一个合并精华版。那个得给白小玲打个码吧？那是当然，必须得尽可能的保护好白小玲小姐的隐私，这也是白总的要求。收到。晚上8点，我到你的办公室跟你开个会，讨论一下开庭前的细节。没问题，恭候几位。还有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足够你做准备了。那慢点儿，大哥。这白小玲她爸可真行啊，这么顶级的律师团队都找来了，妥了，这案子妥了。哎呀，你说人家这视频弄的，要不说是顶级团队呢，我得想想办法，我也得把自己弄顶级喽。你就是杨正辉？对，是我。找我什么事儿？这位是我的朋友李德，他是个警察，曾杰的案子就是他负责的。警察要叫我，直接让我去公安局不就行了？犯得着加我微信约我半天吗？你不会是骗子吧？大哥，证件出示一下。
其实呢，你和曾杰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有一些情况我们希望了解一下，所以其实今天是我找你，我不是警察，但是我们问的问题也跟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你到底是不是警察？不过，你跟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现在也不是警方询问，所以呢，你想聊就聊一聊，不想聊，我们也无权过问。行，聊呗。网上的新闻我都看到了，知道曾杰出事了。你知道曾杰结婚了吗？我当然知道，我父亲是他的直属上司，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那知道你还和这种人？这种人，他是哪种人？你觉得他是哪种人？渣男。对啊。无所谓了，他现在已经不在了，杀人不成反被杀，连自己站不起来的老婆都打不过。还好我早就跟他分手，不然真觉得有点丢人。你觉得曾杰会想杀了白小玲？网上不都这么说吗？咱们先抛开网上那些不确信的消息，以你对曾杰的了解，你觉得他会对白小玲下手吗？他会想白小玲死。为什么？离婚，别人会说他抛弃残疾的妻子，毁口碑吗？他是曾大师，而且他们家的钱几乎都是白小玲家的，离婚能分到多少，真的很难说。你觉得他很在乎钱？他在乎的是有钱。回房间换一件吧，这件拿去洗。真是比我还浪费，直接让他换件新的，洗洗熨熨不就好了？挣钱是为了干什么呀？不就是为了熨平者证？所以啊，杀了白小玲不但钱留下来了，还自由了。以你对曾杰的了解，你觉得他会对白小玲下手吗？会。他和白小玲有这么大的仇吗？就算是离婚了，可能会失去很多，但也不至于一无所有吧？你知道曾杰都是怎么处理有宗眼的作品吗？我看到过，他把他们全砸了。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有宗眼的作品他宁可砸掉。他曾经说过，有个蔑视他的妻子，对他的人生来说，已经是个宗眼。对呀，他还有这个动机。但是人和陶瓷又不是一样的。对曾杰来说，是一样的。你看看。不好意思啊，是不是网上那些传闻让你知道曾杰骗过很多女孩子？你对他有怨恨才这么说的？他有多少女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是不知道他是个渣男。那咱们没什么问题了吧？谢谢你，陈小姐。对了，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白小玲有没有告诉你？当然，这件事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女生都会非常介意。什么事情？其实，曾杰他自己也有一个宗眼。他是不是有什么残疾？应该叫隐疾。这不可能吧？我没有必要污蔑他，他都已经不在了。我的意思是，如果白小玲以这个作为理由跟他离婚，他一定会非常愤怒的。我提一个假设的问题啊，假设你觉得白小玲会对曾杰下手杀掉他吗？会吧？为什么？他跟他不是玩玩而已，白小玲把自己都嫁了，
结果没想到自己嫁了这么个玩意儿，换谁不得崩溃啊？如果是我，我也会想杀了他吧。不过至于敢不敢，会不会，我想应该不会吧。你觉得不可能，是不是因为娟姐啊？曾姐要是不好，娟姐就不会帮助她那么久。不然呢？不然娟姐图的什么？那就是之后不行。之后，哎，非常合理啊！白小玲跟他结婚了几年都没生孩子，合乎逻辑。毫无逻辑，他都不行了，还怎么到处找女人？王者你没玩过，人菜瘾大。我回局里了，你稍我回去啊。开门。你自己走，要不是你约到陈雨禾了，我都不想搭理你。哎，睚眦必报不至于吧？你我只是观念有所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咱们可是。李德，你个小心眼儿！我打个顺风车要8块钱。毕竟闹出人命了，要是人没死，一点事儿没有，哪知道刀刀致命？这不是老天让曾杰死吗？现在这情况，就等着吧。怎么说的，好像已经胜利在望了？现在不也挺好吗？他因为身体原因取保候审，不用一直在看守所待着，这就是胜利在望啊。曾杰纠缠的那些钱，我已经追回来7七8八。虽然呢，还是有点损失，无所谓了。辛苦老爸了。我还给曾杰的妈妈送了点钱，不多，但是足够他生活了。我烦他。如果他继续闹，那不就更烦？林珊判了吗？判了，包庇罪加敲诈勒索罪。案发以后我联系他，他能第一时间去自首，也算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挺好。帮张小红联系个医院，把她的腿治了吧。我答应过的。会有安排，还给他留了点钱。不过我听医生说，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即便能站起来，但以后都是个瘸子了。挺好。跟站不起来相比，瘸算什么？哎。想吃什么？爸爸带你去。我想想啊。白小玲，我问你，你到底要干嘛？我想你身败名裂，让别人都知道道貌岸然的曾大师真实的一面是什么样的。我想你去死，你对不起我，对不起我父母，利用了我的情感，我的信任，耗费了我最好的年岁。我还想站起来，不再做一个残疾的女人。白小玲，我们有这么深的仇吗？有，曾姐，我从来没有被人这么欺骗过，没有被人这么背叛过，我从来没有这么憎恨过一个人。夫妻一场，既然你都这么想了，我就不解释了。你不是想离婚吗？好，离。你不就是想要钱吗？好啊，我想办法给你。这不叫给，叫还。
怎么说？你还不还无所谓了，我根本不在乎。你欠我的，拿命还都算便宜了你。要不是当时我瞎了眼跟你结婚，你现在也就是个普通老师，哪能像现在这样，已经当上草荣最年轻的教授了，连年晋升就没停过，更不可能去参加花很多钱的毫无意义的比赛，拿下一个又一个的大师头衔。你用我的钱成就自己，用我的钱搞你的工作室，还用我的钱搞很多女人，现在又用着我的钱带我来旅行，美其名曰说要修复关系，修复什么？你想修复什么？想哄哄我，然后继续花我的钱？你能修复什么？曾姐，你的那些破事我都已经查清楚了，你觉得我还能信你什么？还我想离婚就离婚，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句话？你算个什么东西？话真的不要说的这么难听。我一直没有跟你离婚，是我也不想让你过得太惨。其实离婚对我的影响并不大。你呢？站都站不起来了，跟我离了婚，你怎么办啊？离婚？你想得美！谁告诉你的？我双腿站不起来。年轻的大师，别忘了，是我曾大师的夫人。我要的不是离婚，是丧偶。曾大师，这个反转惊喜吗？我说了，谁跟你说过我一直都站不起来的？一直以来都是我告诉你的。这1年多，我坐在轮椅上也是很辛苦的。我爸前几个月就已经没事了，恢复得很好。但凡你有一点点的孝心，哪怕是做个样子去探望一下，都瞒不过你的。别急，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这3刀会引发你的大出血，让你感觉非常的疼痛。其实现在送你到医院还是可以抢救的，不过你没有时间了。我犹豫过要不要用这种方式，
每次想放弃，你都会让我重新下定决心。在你不回家的每一个夜晚，我都会独自跑10公里，练几10组哑铃训练，确保我的手臂有足够的力量把刀插入你的身体。我每天练力量、练核心，吃牛肉、吃优质碳水。你没有观察过我的变化，但你没发现，其实这1年我的气色都非常好。因为你妈妈的突然到来很可能会打乱我的计划，我不得不略施小计把她逼走。现在我要花点时间布置一个现场，等我弄好，你也就错过了最后的抢救时间。今天晚上因为我跟你摊牌提到了你外面有人的事情，所以你恼羞成怒要伤害我，你刺向我，我下意识抬手阻挡，你割伤了我的手臂。比想象中要疼，不过还能忍。你发了疯一样冲过来要杀我，但你冲得太猛了，被餐车绊了一下。所以你没有刺中我的喉咙，而是扎到了我的肩胛。低一点儿，以后我还要穿吊带呢。这一刀刺得并不深，但是你踉踉跄跄的刀脱手了。掉到了地上，我拿到刀本能的自卫，你还要冲过来。第1刀就捅在你的上腹，应激反应刺激我，又刺中了第2刀和第3刀。我吓坏了，又站不起来，慌乱中看到了酒店房间的应急按钮，我只能用力爬过去，按下钮报警。谢谢吧。这整个流程我也演练了很久，原本我是打算在家里完成的，但刚好出来旅行，我就应对着做了一些调整。不管怎么样，我对今天自己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爸，我们去吃大排档吧。小时候你常带我去的那家。举报候审这段时间，还是要好好休养。我知道。现在这个轮椅还是得坐。没事，我都习惯了。我还嫌走路累呢。大概1年以后，我会找一个合适的医生，给你治腿。不着急。还不着急啊？都快30了。多好啊！我才30，就看清楚世界了。唉，这世界太大了，看不清楚。就连我这把年纪的人，都没法看清楚。那就慢慢看呗。来。
老白同志，奖励你的，我不告诉妈。我呀，是故意，一直没有让你妈妈知道，我就是要让她管着我点儿，要不她无聊。多久了？你终于肯搭理我了。这不是最近调休吗？才能出来。哦，对了，林芳尸骨找到了，曾杰杀人罪名成立，林山涉及包庇、敲诈勒索，这下你可以放心了。我知道啊，法律是公正的。替白小玲高兴。你去见他了？你怎么看起来有点憔悴啊？这些天所里事情很多，一直在忙。都现在了，你还忙什么呀？具体的不能告诉你。总之，我越来越确定有问题，越来越确定，真相是藏不住的。你的意思是？大贵贵，我来找你是因为信任你。可能你做了很多分析推理的视频，觉得自己挺厉害的，但是我不得不打击你一下，专业和业余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你也好，你的粉丝也好，可能觉得你的分析非常准确，但是说白了，那些视频都是建立在已经破解的案件基础之上的。我们真实的办案过程怎么说呢？是非常枯燥和乏味的。我们经常是走访排查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得到一丁点的信息。在你们视频里，也就是一句话：经过警方不懈的努力就完事了。跳掉过程直接给结果，能不精彩吗？哎，现在很多电影电视剧拍的也是，里面的警察在那儿抽根烟思考，叭，突然间灵光一现，就找到了问题关键。现实中怎么可能？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不疏漏、不出错，靠大量的证据推断、海量的信息去判断。怎么敢拍脑门解决问题？你说的业余和职业的区别就是这个啊？不，专业和业余最大的区别其实是视角。就拿刘威失踪这件事来说，你的视角最开始就已经锁定在刘威肯定出事儿，所以你看任何问题都是从这个视角出发的，你的视野就窄了。不是你看不到其他问题，是因为你的这儿心理被影响。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没有证据，所以绝不能先入为主直接下结论，而是应该就这件事存在的疑点逐一去击破和解决，从而建立视角。你等会儿，我拿手机记一下。这几句话还挺有意义的，我回头做视频可以借鉴一下。你呀，最开始我就问你愿不愿意做警察，因为我发现你的分析推导能力真的挺强的，对细节的把控也很敏感。你要是能更好的建立视角，算了，你就是做视频的，这些本事够用吗？别，我还想提升呢，我才10几万粉。走，这是什么？故意杀人案指导案例，什么玩意儿？好好看看，再好好想想。记得要换一个视角去想。
我记得你说过你会故意把投影反过来放的。没错，我那么放是当一个氛围灯用，再就是提醒自己，看问题不能太表面。那为什么又正回来了？也是提醒自己，看问题不能总是局限在自己已经习惯了的角度。要不要给你打灯啊？别费劲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推演。什么推演啊？你的。我的？上面这些视频一共有11段，第一段是2018年7月你车祸前5个月，最后一段是2019年9月，跨度14个月。中间有1个月你在医院，那段时间没有，也就是说，基本上1个月1次，连你坐轮椅之后也不例外。这么看来，曾杰还真是个禽兽。这些视频上面都有日期，于是我查了一下家暴之前和之后。发现总共有4次，在他打完你之后，你们俩像没事的人一样。比如，18年的10月21号，他打完你，第2天你们就一起参加了一个活动，盛装出席。再比如18年9月2号，早上打的你，晚上就能在你的朋友圈看到跟他还有别的朋友一起吃饭聚餐。表面夫妻吗？演生活而已。我总不能像个祥林嫂一样，到处找人哭诉吧。我相信，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你要不要听一听？家暴本身就是违法且不可饶恕的，但曾杰对你动手，你没有对他进行任何惩戒，比如报警，比如向律师请求法律帮助，再比如明确的斥责，而是很快就像没事的人一样，投入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按你的话说，就是演生活。在你刻意的纵容下，曾杰越来越容易动手，越来越容易被你激怒。换个说法，你是受害者，但也是你助长了他的这些行为。啊，对了，今天买了个包，这2年奢侈品都是涨价的，保值，比你的那些瓷器要保值。又变脸了，曾大师现在的脾气是越来越差了。怎么，又想动手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离婚的想法，但在去年10月份，你展开了具体行动。你很清楚，只有掌握了曾杰出轨的证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你自己的财产。于是你花了一点小钱，找到了愿意勾引曾杰的人，而正是因为中间人找了刘威，1年后我才牵扯进来。放心，拿了钱我会好好做事的。小薇去勾引你老公，而你去勾引张野，当然，不能用勾引这个词。你利用了张野，你很清楚他心里一直放不下。其实你根本没有打离婚官司的打算，你只是想把张野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他看到你是多么无助弱势的一个女子，让他从一开始就认定曾杰对你有多不好，这样在未来他就会成为你最好的帮手。况且他本身也是一个颇有能力的律所合伙人。没想到刘威出了意外，他反水了，还从曾杰那边顺走了一笔钱，让你们俩都毫无办法，只能自食其果。因为刘威的事情暴露，你没办法再用出轨的事情来压制曾杰。那个时候，你动了杀心。工作室失火那晚，你是提前离开休息，你说你回家了，但是你去了3楼，所以曾杰一直以为他看错了，其实他没错。聚会结束，你从3楼出来，你知道曾杰喝了不少酒，他一定会住在工作室，于是你把摊牌挪到了沙发旁边，
火灾发生时，曾杰是一个人在工作室，他也喝了不少酒，很有可能会葬身火海。没料到的是，事发前2天，他单位刚好组织了一场防火培训，送给他一套逃生装置，曾杰就这么逃过了一劫。火灾事件后，你暂时没找到机会对曾杰再下手，而因为这次火灾，曾杰反而营销了一把，成了浴火重生的大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俩离婚，曾杰会损失一些钱，但他未来仍然大有前途，逍遥自在。你不愿意看到他那样，你必须要他死，所以你设计了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计划，将曾杰一步一步推入绝境。白小玲，你真的很厉害。快说啊！我迫不及待想听了。1个月后，你发生了车祸，准确的说是一起没有实际发生的车祸。你甚至很谨慎地将整个车祸的过程都通过手机向你好友进行了直播，让这场车祸变得真实确凿。车开进了公路边的沟里，而你也受了伤。但事实上，你只是轻伤，很轻很轻。轮椅是真的，但你残疾的腿应该不是。真希望不是。好，那我就说说为什么不是吧。我找到一份2手车交易鉴定报告，鉴定的车就是你那辆事故车啊。你看，这个呢就是去年卖的，2天就卖脱了。车主呢是个女司机，开到马路牙子上去了。除了发动机的盖子，还有底盘有一点划伤。车况啊好得很。车主价格开得非常低啊，估计呢是遭车祸给黑到了。刹车没动过？啥车？刹车没动过噻，跟原厂的一样，都还没过保。这车谁送来的？一份鉴定报告而已，说不定我是错把油门当刹车了呢。不会的，你知道不会，我也知道不会。那场车祸根本就没有让你残疾。你在医院躺了1个月，跨了个年，期间张野还去看过你，坚定了是曾杰要害。真精彩，继续。出院后，你的生活就变得简单，当然，是看上去的简单。基本上每天下午你都在咖啡厅看 QQ 阅读器，会去菜市场买菜。因为你是一个坐着轮椅的美女，所以菜市场的人很快都跟你熟了，知道你喜欢吃鱼，你老公喜欢吃肉，都觉得你身残但乐观，又极其贤惠。实际上，曾杰很少回家。你买那些肉，就是为了给人留下一个残疾、顾家、对老公好又贤惠的印象。这些人都是你培养的证人。在之前网络舆论发酵的时候，他们也都积极的上网发帖转帖支持你。那些肉，你都拿去喂了流浪猫、流浪狗。是的，我跟踪过你。咖啡厅看书，菜市场买菜，吃不完的肉喂流浪狗，这些事怎么变成阴谋了？熟悉吗？这些都是你电子阅读器里曾经收藏的书啊。搞错了吧？我平时看的大多都是小说，可惜我的阅读器丢了，不然应该拿给你看看。丢了没事的，只要你的账号还在，收藏记录也全都还在。大灰灰，你这么做，难道是在怀疑我吗？是。我想说的还远不止这些。你出院后半年内，前后网购了6把大马士革水果刀。曾杰致死的凶器就是你从家里带出去的一把。当然，案发前你很好的解释了是曾杰自己塞进行李箱，还专门在服务员面前留下了证词。买这么多把刀干什么？是因为你在选最合适的，同时也在做练习。我还买了12把西餐刀和2套整组的厨房用刀。那些没有水果刀更方便携带啊。有道理。所以综合这些，你认为我是蓄意谋杀了曾杰？
3个月前，我因为调查曾杰，知道了你。我了解到你经常会去咖啡厅，所以我故意去接近你。我知道啊，我知道的时候还挺难过的，不过后来也原谅你了。白小玲，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了，在我说出真相背后的逻辑时，你就已经知道了。反正我就是一个做视频的博主。什么视频啊？悬疑推理案件分析，号叫真相背后的逻辑。因为我能帮你了解到更多你不容易了解到曾杰的事情，这其中对你最有用的就是林芳。因为林芳的事情有很大的机会让曾杰万劫不复，所以你找到了灵山，给了他一笔钱，一大笔钱。我想你应该是要求他在你指定的时间内去投案，把曾杰供出来。其实案发后我去找过张小红，我想让他说服灵山，但是他拒绝我了。所以灵山去投案时我很吃惊，但当看到你父亲委托的律师出现后，我明白了，灵山早就在你的计划之内了。因为明白了这个环节，我也想通了最后一个疑点：你在民宿杀死曾杰，自己也身中2刀。案情通报提过，那2刀来自外力，也就是说不可能是你自己砍的。如果今天推演的都没错的话，民宿里一定有你的帮手。那家民宿只有大堂有监控，有谁进过你房间是查不到的，你知道吗？我是求来了民宿周边所有民用监控视频，最后才锁定了你父亲。他很谨慎，开的不是自己的车，但还是在一个路口疏忽了，往窗外看了一眼。讲完了？说完了。讲得好精彩。不是我讲的精彩，是你设计的太精彩了。你知道分析这些事情真的好累。大灰灰，你真的很厉害，基本上都被你说对了。不过呢，你好像只有分析，没有证据。我不厉害，我只是个业余的，厉害的是专业的。他们早就发现了你的疑点，对你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他们？对。白小玲，去自首吧。你是坐上轮椅，还是自己用腿勾走？大灰灰，可惜了，今天还没喝到你做的咖啡。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但也无法改变了。
以改变，而且我希望能改变。你这想象力是不是有点太明目张胆了？你现在是不是见到曾杰就觉得他马上要杀人？我不就是怕曾杰对白小玲动手才跟来的吗？我真服了你了。行吧，你继续享受吧，明天还得继续盯梢呢。但是提醒你啊，盯归盯，千万不能越界。哎呀，又怎么了？大灰灰，情况紧急。什么？我们之前怀疑曾杰去年故意搞坏了白小玲的车，让她出了车祸。对啊，那辆车在去年就已经作为二手车卖掉了。我找到车贩子，拿到了一份鉴定报告，那辆车的刹车是原厂的，没有任何替换，也没有任何损坏。虽然还不能说明什么，但至少证明你真相背后的逻辑出现了问题。是刹车，当时突然失灵了。青城山，他根本就没有跟你修复关系的逻辑啊！搞错了，没错，搞错了。按理说我不应该找你帮忙，但事情紧急，你离他们比较近，在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尽量拖住白小玲。不是曾杰要害他，是他可能要杀曾杰。听到了？谁呀？大灰灰，你怎么追过来了？那太好了，你还没死，你还没被干掉。你疯了你！你现在走，要不然我就报警。哦，不用，我已经报了，警察马上就到啊。小玲，我都已经弄清楚了，我和李德完全把事情全都弄明白了。你听我说，曾杰这个人渣犯不着你为他冒险。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赶紧给我走，马上滚！林芳是不是你害死的？是不是？你听我说，我们要从林芳入手，让法律去制裁曾杰，而不是为了复仇让自己去犯法。小林，我知道你过得很辛苦，这1年来你忍受了很多事情，过去这些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在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我，有李德，有张野，大家都在查，我们掌握的证据和线索已经足够。听我的，咱们别犯法。林珊前2天收到一大笔钱，是你给的，对吧？其实你也想到了，这才是制裁曾杰最好的方式啊，这不就对了吗？你杀了他，就算有再好的计划、再好的掩饰，都是冒险的呀。李德想查到去年曾杰让你出车祸的证据，他查到你那辆在车祸后的二手车鉴定报告，你很清楚里边是什么内容吧？你的车子其实没什么损坏，刹车也完好无损，在车祸前那辆车子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车祸并没有伤害到你，你的腿没有残疾。小玲，报警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让法律惩戒曾杰，比你在他身上捅3刀要有力得多。我就是要捅了他。是，我知道，如果我经历了你所经历的，我也想捅了他。但捅完之后呢？除了让你过一个短暂瞬间的瘾之外，就没有任何好处了呀。其实你也清楚，只有报警才能让曾杰绳之以法。你想清楚结果，他只是想发泄心里的恨。我知道你很痛苦，你很愤恨。这些我都理解，但理解并不代表支持。
小林，作为你的朋友，我不希望你为了惩戒一个坏人而让自己变成一个犯罪者。咱们理智一点，好不好？我一直都很理智。你只是特别理智的谋划了要亲手了结了他，你并没有理智的看待整个问题。曾杰是耽误了你的过去，但那仅仅是过去啊，未来还是很美好的。你这么年轻漂亮，你还有爱你的人，你至于搭上自己的一生吗？不要觉得你做的计划真的天衣无缝。你看看现在，李德也好，我也好，不都已经发现问题了吗？业余选手真的玩不过职业选手的。我知道，你的父亲现在正在某个地方等着你。你难道也想把他带上犯罪的道路吗？为了曾杰，你父亲搭进去2个人，值得吗？相信我，这是最好的结果。Within the dim lights, there's a bright view. Some whisperings are louder than screams. The drowning sea is not the sky in dark blue. In this world, you'll never see through. Cut off that annoyance. I'm in my enjoyment. No sympathetic words grow out my mouth. 'Cause once you start, you can't recall. Soon I will hypnotize the sour look in your eyes. Follow my instinct, don't fall behind. The story now's been told. Question the ways my soul. Don't you feel it's running from your throat? So hypnotized before we pull the fight. Hide l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So hypnotized before we pull the fight. Hide l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娟儿姐，我张野跟您汇报一下，曾杰那边差不多了啊，判还没那么快，但是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具体的，到时候我第一时间通知您啊。要回吗？我就是不想让你送我，不是你成天让我出去留学的吗？怎么，我现在真的要出去了，你又开始婆婆妈妈了？放心吧，我出去了肯定会好好学的，怎么可能和以前一样？你这个当爹的也太不了解自己的女儿了吧？好了好了，你记住：1，注意身体；2，要记得好好陪陪我妈；3，虽然原谅你了，但是你要好好表现，不然我会很失望的。来，这个曾杰啊，自己都记不清把任林芳埋哪儿了，挖了20几天才找着，最后通过 DNA 比对，跟林珊才确定是林芳。曾杰判了没？哪儿那么快呀？看守所里关着呢，他现在是过街老鼠，肯定轻判不了。哎，那林珊呢？林珊敲诈勒索，还有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包庇的。不过呢，他又是自首检举的曾杰，所以啊，也会从轻处罚。
哎，你最近见着白小玲了吗？没有。你就没想办法见她？没有。不舔了，我这舌头都舔麻了，舔不动了。不过啊，这一次你确实帮了她很多啊。你说啊，我之前一直以为她是一个长得漂亮、没脑子的女人，经过这1年多，我才知道，谁没脑子？我没脑子。哎呀，你说她长得漂亮，有智慧，有胆识，懂隐忍。我一直以为我是她生命中的救世主，现在我知道了，我是什么救世主？我就是她人生中的一个配角，以前是，现在也是。不，我连配角都不是，我就是个临时演员。现在我再见她，我一点脸都没有，我一点尊严都没有。野哥，啊，你以前也挺没尊严的。来了，兄弟，你说这个话，你在扎我的僧，知道吗？我的青春啊，也算画上句号了。我是大灰灰，我是 Tracy， 这里是真相背后的逻辑。看，不知道他在。自从你升职了，我就约不到你吃夜宵了。我都快忙吐了，有时间宁可多睡一觉。再说你说要拍摄，不是借你拍了吗？谁托你？不是他这情况，他能拍视频吗？啊，他真的好好啊，文案超级好，分析和抓重点能力都特别强，现在连摄影都快学会了。这么厉害？你不知道，我上个月涨了10几万粉，大多都是冲他来的。我现在广告费都快涨1倍了。哇，那得恭喜你啊！哎，他真是什么都好，就是除了一点。凭什么呀？你之前跟我说好的，广告费分我30%，你现在要扣成本，那关我什么事儿啊？你讲不讲道理啊？拍摄不需要成本，后期不需要成本，出来搞素材，吃饭加油，这不都是成本吗？那你之前怎么不说啊？这是常识。你就说咱们拍了一上午，出来吃了这顿饭，这算什么？当然算是老板请员工吃饭了。呸！我为什么要请你吃饭呀？这就是成本。我已经很讲道理，我没多扣你1分钱。你一个平常没什么花销的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谢谢啊。我之前怎么就没发现你是这么一个锱铢必较的人呢？我要买房，我做完手术身上还剩下20几万，我要在2年内存够50万，交首付。哼，这么有理想。2年以后林珊就出来了，我想给她个惊喜。干嘛去？上厕所。那扣成本的话，这些不等于我也花钱了吗？啊。那我们以后不可以这样大吃大喝的了，2个人点3个菜，这也太奢侈了。哎，2个人3个菜怎么？而且像这样的餐厅，我们以后得少来，看着就不便宜。看什么呢？这种餐厅以后不要来了。那路边摊挺好的，我觉得。那桌一起帮我买了吧。喂，谢谢。那个莫来家是新来的，还考上了超大学的哦，他专门来挣学费的。